雪花飘落在城堡上空。罗艾娜愤怒地喊道：“我再也受不了了，送我回原来的家。”女仆试图安抚道：“小公爵夫人，请您先冷静下来。”罗艾内尖叫道：“别那样叫我！你觉得我现在冷静吗？要作为那个混蛋的妻子生活一辈子吗？”他紧紧抓着胸口的衣服：“我不想和那种人共度余生。为什么连你也不理解我？”汉娜女仆慌张地回应道：“夫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罗艾娜不断后退说道：“别靠近我！如果余生都要这样被拖着走的话，那我宁愿……”他脚下一滑，身体失去平衡，向后倒去。女仆惊恐地尖叫道：“夫人！”冰冷的湖水吞没身体。深夜的房间里，罗艾娜静静躺在床上。阿基德守在床边说道：“夫人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讨厌到不惜放弃生命？我曾是被收养的孩子，我的养父母都是好人，至少我曾经是这样认为的。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当养父母有了亲生女儿，我便不再是他们的家人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我才沉溺于那本小说《请拥抱我》。书中的男主角阿基德被生父与继母威胁，时刻生活在警惕中。他的处境与我何其相似。那天，我也像往常一样，边走边看这本小说。刺眼的灯光突然袭来，伴随着剧烈的撞击声，我坠入了冰冷的深渊。意识模糊间，黑发变成了鲜艳的红发。罗艾奈睁开双眼，看着镜中陌生的自己，她颤抖着手触碰镜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镜子里的人是谁？如石榴般鲜红的长发，罕见的蓝色眼眸，这副面孔我再熟悉不过。读过上千遍的小说，请拥抱我。她是书中男主角的前妻罗艾娜·哈德鲁斯。在原本的故事里，她与阿基德的关系极差，是个注定毁灭的角色。女仆汉娜曾说过：“我已经在生死的边缘昏迷了整整1个月。”既然已经变成了她，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。反正我对前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留恋，反而应该感到庆幸。既然来到了这里，我就要尽情追星，近距离观察我的偶像。我要全身心的投入，做一个幸福的粉丝。罗艾娜在房间里转着圈，却突然停下脚步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穿着单薄的睡衣，待在如此寒冷的房间。女仆在床边祈祷，罗艾娜躺在床上。我竟然在准备葬礼时，突然恢复了呼吸，这太奇怪了。原著中的罗艾娜确实会死掉，但绝不是在故事初期。门外传来一声巨响，罗艾娜警觉地转头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她立刻跑出房间，朝着声音源头冲去。阿基德！罗艾娜猛地推开大门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。这是什么？书房里满地血迹，阿基德跌坐在地上，用手帕捂着额头。罗艾娜看着受伤的偶像，心中燃起怒火。她冲上前，大声质问：“你怎么敢在阿基德的脸上留下伤痕？”洛克推了推眼镜：“小公爵夫人，在授课期间闯进来是非常失礼的行为。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我听到了里面传出奇怪的声音。”洛克摊开双手说道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体罚时发生了一点小意外。小公爵在拒绝受罚时不小心摔倒了，仅此而已。”罗艾娜大声质问：“你觉得这种话有说服力吗？”洛克男爵，洛克猛冷笑着问道：“哦，你觉得我在撒谎？”他转头看向阿基德：“那我们就问问当事人，我说的有错吗？”小公爵，阿基德低着头，眼神中充满阴郁。罗艾娜指着洛克喊道：“洛克男爵，这不是体罚，这是虐待。”洛克露出震惊的神色：“虐待？你竟然说？你确定不会后悔刚才说的那些话吗？”罗艾娜冷冷地回应道：“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？”洛克之所以如此嚣张，是因为他的亲妹妹是大公爵的情人，大公爵对情人极尽宠爱，连带着让洛克也掌握了巨大的权力。他沉溺于这种如蜃楼般的权势中，肆无忌惮的挥霍。罗艾娜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反正1个月后你就会被彻底抛弃，男爵，后悔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什么样的家庭教师会把小公爵的头打破？洛克推了推眼镜，说道：“真是粗鲁的言辞，小公爵夫人，这都是因为小公爵没有做好课前准备。”罗艾娜难以置信地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准备？课前准备？”他气急反笑，大步走向书桌。罗艾娜指着书堆问道：“男爵，你真的认为这些内容1天之内就能掌握吗？即便是我哥哥当年的课程也没有这么过分。”洛克尴尬地回应道：“很遗憾，大部分人都能毫无压力地完成。”罗艾娜大声质问：“你是说我哥哥很蠢吗？艾普利夫人也无法应付这些？”洛克慌张地摆手说道：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艾普利夫人还年轻，所以自然会。”罗艾娜冷笑着打断道：“没错，我哥哥才15岁，确实还很年轻。那么请告诉我，我丈夫今年几岁了？”洛克下意识回答道：“14岁。”啊！罗艾娜步步紧逼说道：“你很清楚，我丈夫比我哥哥还小。”洛克试图辩解道：“可他注定要成为未来的大公爵，为了弥补13年的空缺，1天时间根本不够。”罗艾娜愤怒地喊道：“什么？你现在是在侮辱我的丈夫吗？说他脑子空空，只是个私生子吗？”罗艾娜指着他说道：“真是令人失望，洛克男爵，我看你只是个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学生的庸师。”洛克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你说完了吗？”他猛地举起手，掌心带着怒火挥向前方。罗艾娜毫无惧色：“继续啊！如果你敢碰我一下，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残忍。”洛克的手僵在半空。阿基德突然冲上前，挡在罗艾娜身前，他眼神冰冷地说道：“离我的妻子远点！”洛克愣在原地：“让开，小公爵！”阿基德毫不退让：“我拒绝，不要用你的脏手碰我的妻子。”洛克男爵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罗艾娜站在少年身后，惊讶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背影。阿基德眼神坚定地说道：“无论你对我做什么，我都不在乎，但是我的妻子绝对不准你碰她。”罗艾那睁大眼睛，真不愧是我的孩子，我太自豪了。洛克推了推眼镜，说道：“我没意识到大公阁下对我误解的这么深。”洛克微微躬身：“如果我的言行有些过激，我向您道歉。
我也要向男爵道歉，因为我之前竟然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。洛克浑身颤抖的说道：“你竟然……”他愤然转身离开房间。哼，他肯定是跑去向他的妹妹告状了。不过别担心，阿基德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阿基德低头看着被紧紧握住的手，问道：“你打算还要抓多久？”罗艾娜猛地松开手。阿基德转过身说道：“虽然不知道你发什么疯，但你的干涉纯属多余。”罗艾娜追问道：“妻子帮助丈夫，难道也是多余的吗？”阿基德轻声唤道：“丈夫。”阿基德侧过头问道：“夫人，我什么时候真正成为过你的丈夫？”他径直走向门口，罗艾娜追在后面喊道：“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去处理伤口，如果你不去，我就去亲自找你。”阿基德停顿了一下：“好吧，我会把伤口藏好，不给你添麻烦，所以别担心。”罗艾娜说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夜幕降临，城堡笼罩在星光下，大公爵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我听说你今天干涉了洛克男爵的课程。”罗艾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罗艾娜看向对面，洛克夫人，男爵真的只提到了我干涉课程这件事吗？洛克夫人愤怒地问道：“你是想说我哥哥隐瞒了自己的过错，只挑对他有利的说吗？”罗艾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可没那么说，但你看起来确实有些心虚呢。”大公爵冷冷地打断道：“到此为止吧。洛克男爵是家庭教师，即便你是公爵的妻子，干涉教学也必须有正当理由。他果然是在偏袒那个女人，就因为她是他的情人吗？”阿基德靠近罗艾娜说道：“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。”罗艾娜看着阿基德，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可靠？如果他一直这样，我会越来越喜欢他的。阿基德看着他问道：“夫人，这件事是我挑起的，我没打算把责任全都推给阿基德。”罗艾娜凑到他耳边：“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”他挺直脊背说道：“我确实干涉了课程，但那是因为洛克男爵假借体罚的名义虐待我的丈夫。”大公爵皱眉问道：“虐待？”罗艾娜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我今天听到书房里传出巨大的响声，我担心出了意外，推门进去，却发现阿基德倒在血泊中，锋利的羽毛笔和墨水散落在他身边。当然，从狂热粉丝的角度看，这确实有点夸张了。”阿基德拨开额前的碎发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我没事。”罗艾娜激动的反驳道：“没事？你当时都在流血。男爵扔东西的力量大到让你根本无法从地板上爬起来，他一定在奇怪我为什么要就是重体。他明明想息事宁人，但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再次伤害我的丈夫。”洛克夫人掩面哭泣道：“请别再说了，你只是在最后才进来，根本不了解全貌。我哥哥说大公经常撒谎，还拒绝接受惩罚。”大公爵冷笑道：“这么说你觉得老师殴打学生是正常的？误会吗？”洛克夫人挺起胸膛回应道：“如果有必要的话，确实如此。”罗艾娜看着他：“再见了，大公的头号过客。”大公爵最近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禁止虐待和体罚儿童的法案，在法案审查期间，他绝不能因为对方是情人的哥哥就视而不见。大公爵推开洛克夫人说道：“你可以离开了，我累了。”洛克夫人抓住他的衣袖：“就这样让我走吗？”大公爵冷冷地回应道：“我叫你离开。”洛克夫人抓紧衣角说道：“不，你答应过要教训大公夫人的。”大公爵眼神冰冷地回应道：“洛克夫人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顶嘴，甚至拒绝我的命令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频繁出入我的城堡，我会让人把你的房间也清理掉。”洛克夫人满脸震惊，侍从走上前说道：“请走这边。”洛克夫人挣扎着喊道：“放开我！”她被强行带离房间时尖叫道：“大公阁下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”他只知道如何打扮自己的脸，根本不了解大公到底在想什么。大公爵看向罗艾娜说道：“关于这件事，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。”罗艾娜捂住嘴回应道：“别担心，我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。”大公爵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也可以离开了。”罗艾娜站起身，开心的挥手说道：“父亲，祝您有个好梦。”大公爵皱起眉头问道：“父亲？”罗艾娜走到他身边，耸了耸肩，他一把抓住阿基德的手，拉着他向外走去。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亲爱的。”两人停下脚步。对了，我们本该是关系不和的夫妻。阿基德停在走廊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罗艾娜反问答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妻子保护丈夫，难道也有罪吗？”阿基德避开视线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他大概很难理解我为什么突然像保镖一样保护他，本来打算慢慢来，但那个男爵实在让我火大。罗艾娜走上前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受伤了吗？”阿基德回应道：“我没事。”罗艾娜拉过他的手：“那得由我来判断，让我看看。”阿基德注视着他：“为什么你突然表现成这样？”即便到了现在，他握着我的手依然如此小心翼翼，大概他也有自己的理由。阿基德一直对年幼就嫁入家门的罗艾娜心存愧疚。回忆里，罗艾娜摔碎花瓶：“这全是你的错，遇见你之后，我的生活全毁了，别碰我，你这个垃圾！”阿基德低声唤道：“夫人。”罗艾娜打断道：“别再那样叫我，我一点也不想嫁给你这种混蛋。考虑到原主曾闹了一整年的脾气，现在如果否认讨厌他，反而会引起怀疑。”罗艾娜看向阿基德：“你说的对，我确实讨厌过你，阿基德，但现在已经不讨厌了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阿基德看着他问道：“难道你不是因为太厌恶我才投水自尽的吗？因为你的丈夫是个混蛋，你根本无法忍受待在我的身边，即便我成了罗艾娜。”他曾极度鄙视阿基德，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罗艾娜回应道：“那是事实。”阿基德攥紧拳头：“当我看到你掉进水里，你觉得我是什么心情？我接受你恨我，但你竟然为了离开我，选择放弃生命。”他痛苦地问道：“你到底还想让我感到多么悲惨才甘心？”罗艾娜伸手喊道：“等等，阿基德！”阿基德甩开手：“请不要再这样，让我感到混乱了。”他径直走向书桌，拿起一份文件：“我会给你你一直想要的东西。”
阿基德转过身，将文件递过去，说道：“拿去吧，这是你一直要求的。”罗艾娜接过文件，看着上面的字迹，说道：“这是离婚协议书。”阿基德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我会提供你需要的任何赡养费。”罗艾娜瞪大眼睛：“不，绝对不行！”她猛地伸出手，将协议书撕成碎片。“我不想离婚！”罗艾娜挥动手臂，将纸屑撒向空中，喊道：“我拒绝签字！我终于得到了机会。你知道附身到本命角色的妻子身上有多么困难吗？”罗艾娜握紧拳头：“不准反悔！我绝对反对离婚！”阿基德露出困惑的神色：“但你以前每天都在抗议，吵着要跟我离婚。”罗艾娜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那是，我承认过去确实让你很难堪，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。”阿基德垂下眼帘：“我该怎么相信你？如果他不相信我，我只能换一张牌了。”罗艾娜抬起头：“其实那天我并不是想自杀，我只是狡猾了。那天我真的很害怕，害怕就这样死掉。”回忆里，罗艾娜坠入深海，身体不断下沉。“如果那天你没有救我的话，阿基德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仔细想想，我还没正式道谢。谢谢你，阿基德。”阿基德回应道：“请别这样，作为丈夫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”罗艾娜摇了摇头：“那不只是职责，当时水那么深，天气又那么冷，换做别人都会犹豫。”阿基德迟疑地问道：“你是说那件事改变了你的想法？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某种程度上是的，这是目前最完美的回答，必须一步步接近这只警惕的小猫。”阿基德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你会后悔的，这是你最后离开的机会。”罗艾娜坚定地回应道：“我不需要那种机会。”她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就算你以后哭着求我离婚，我也绝对不会放手。”阿基德愣在原地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罗艾娜惊喜地问道：“真的？”阿基德避开视线：“是的，现在能请你放开我的手吗？”罗艾娜握紧拳头：“不准反悔。”她独自坐在浴缸里，任由温热的水浸没肩膀。不过我还是很惊讶，阿基德真的因为罗艾娜掉进湖里就受到了那么大的创伤吗？他抬起手，看着指尖滑落的水滴。汉娜说那天一边大喊着要回老家，一边凄惨的哭叫。阿基德听到声音，立刻冲过来救了我。因为罗艾娜总是演戏，我本以为汉娜只是在夸大其词，她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即便面对如此恶毒的妻子，也依然将其视为家人吗？他真是个责任感强到愚蠢的男人。也许真正的罗艾娜在那一天就已经死在了湖底。罗艾娜靠在浴缸边，算了，不管那么多，反正现在我才是罗艾娜，我是离本命角色最近的人。也许神给我这次机会，是为了让我能够帮助阿基德。在小说原著中，罗艾娜会在7年后死去，7年的时间足够帮助阿基德在公爵领稳固地位了。问题在于，阿基德和婆家人都极度厌恶我，一个是因为责任感而变成受气包的丈夫，一个是有着自恋倾向且到处留情的公爵公公，还有一个是被称为海因特疯狗的婆婆，她也有着严重的性格障碍。那么谁会更容易被攻克呢？女仆走进房间：“少夫人，夫人正在找您。”罗艾娜露出惊恐的神色：“为什么那个性格障碍2号现在就来找我了？”罗艾娜走进房间问道：“您找我吗？”母亲，大公夫人端着茶杯说道：“真是少见，你平时不是划清界限，称呼我为大公夫人吗？”罗艾娜愣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啊，原来是那样吗？既然我已经叫了母亲，现在改口不是更奇怪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我只是在想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应该试着和您亲近一点。”母亲，大公夫人放下茶杯问道：“亲近一点？我没有和你亲近的打算。”罗艾娜看着大公夫人，她竟然对我笑了，看来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罗艾娜开口问道：“那么您找我来的原因是？”大公夫人端坐着回应道：“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急躁，先坐下吧。我听说那天洛克夫人哭着从书房跑了出来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罗艾娜冷淡地回应道：“什么都没发生。所以您找我来，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全貌，想从我这里打探消息吗？”大公夫人追问道：“那您觉得洛克夫人为什么是哭着离开的？”罗艾娜拖着下巴：“谁知道呢？大公肯定警告过她不要再来，所以她才会哭着离开。洛克夫人曾是大公宠爱的妇人，她肯定没料到会被断绝的这么干净。大公告诉我的是关于虐待的事情，而不是他抛弃了那个女人。我只是留下了一点线索，让他们自己去挖掘，并不是大公被甩了，而是他主动甩掉了对方。”大公夫人端起茶杯说道：“说起来，洛克夫人今天没出现呢。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也许是自尊心受挫，所以才没露面吧。不过她看起来很有执念，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。”大公夫人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确实如此，无缘无故被要求分手，以她的性格，绝不会做事不管。”罗艾娜笑着安慰道：“母亲，请不要担心，大公爵不会再去寻找洛克夫人了。”大公夫人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”罗艾娜比划着眼角说道：“因为父亲当时的眼神变得非常锐利，就像这样斜向上挑着。”大公夫人忍不住笑出声：“大概只有你会这样形容大公。”罗艾娜认真的回应道：“但这是事实。”罗艾娜看着大公夫人：“太好了，她看起来心情比之前好多了，是因为眼中钉被拔掉了吗？”大公夫人开口问道：“顺便问一下，阿基德身体不舒服吗？”罗艾娜愣住，回应道：“您说什么？”大公夫人继续说道：“我听说大公随后派了医生过去，听女仆说他去了阿基德的房间。大公一定检查了阿基德的伤势，他肯定看到了那些痕迹，并训斥了他。毕竟洛克家的人不止碰了他的额头，既然我当场砍了洛克家的人，大公肯定很愤怒。”大公夫人盯着罗艾娜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保持沉默？”罗艾娜低下头：“我不能如实告诉他关于洛克家的事情，那是因为我当时在阿基德的房间里。”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医生是来给我检查的，看我落水后有没有后遗症。”大公夫人冷淡地回应道：“你们结婚后从来没有同床过吧？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：“那是
其实在我落水之后，大公看我的眼神变了，听说他非常担心我。大公夫人看着他，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罗爱内站起身，大声说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履行作为妻子的职责。”大公夫人露出怀疑的神色：“你既然说要履行妻子的职责？”罗爱娜理所当然的回应道：“那是当然的，母亲。”大公夫人盯着他：“你到底打算怎么做？你真的知道履行妻子职责意味着什么吗？”罗爱娜迟疑的回应道：“那个。”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房门被推开，阿基德走进房间说道：“请原谅我没打招呼就过来。”罗爱娜看着他：“阿基德，他这个时间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大公夫人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走近的阿基德说道：“我不记得准许过你进来。”阿基德停下脚步回应道：“我听说我的妻子被叫到了这里。”他走到罗爱娜身边，伸手护住她。大公夫人单手托腮说道：“怎么，我现在连召见自己的儿媳都不行了吗？”阿基德面无表情的回应道：“他还没有完全康复，需要休息。”罗爱娜小声说道：“你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，被这样保护着，真是太棒了。”大公夫人看着护住妻子的阿基德，听他说话的语气，别人还以为我要把这可怜的女孩生吞活剥了。大公夫人闭上眼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想问的都问完了，你们可以退下了。”阿基德转身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罗爱娜停下脚步说道：“请等一下。”她跑回大公夫人身边。大公夫人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也要走吗？”罗爱娜凑近说道：“母亲，我可以和您说句悄悄话吗？祝您有个好梦。”母亲，如果能梦到罗爱娜就更好了。罗爱娜在大公夫人脸颊留下一个吻。大公夫人捂住脸颊：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罗爱娜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转身离去。深夜的房间内，大公爵正独自看书。大公夫人推门而入，大公爵合上书问道：“夫人，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大公夫人反问道：“你是在暗示我不该出现在这里吗？我听说客房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”大公夫人走近大公爵说道：“你曾经表现的好像没有那个女人就活不下去，现在你已经验证洛克夫人了吗？”大公爵看着大公夫人：“我以为她对我的感情生活并不感兴趣，为什么她的脸颊这么红？”大公爵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洛克夫人将不再来到哈德鲁斯城堡。”大公夫人看着大公爵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大公爵放下书，回应道：“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您对我的一举一动这么感兴趣了？”大公夫人微笑着说道：“你误会了，我对大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感兴趣，当然仅限于看到你遭遇不幸的时候。”大公爵站起身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竟然不知道大公夫人如此关心我的生活。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那么至少现在你已经知道了。”大公爵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我只是单纯的厌倦了他。”大公夫人追问答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当着继承人和他妻子的面如此果断地甩掉他？”大公爵发出一声冷笑，低头不语。大公夫人转身走向门口，大公爵突然迈步挡住了大公夫人的去路。他伸出手捏住大公夫人的下巴，强迫她抬起头：“你想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大公夫人伸手推开大公爵：“你靠得太近了。”大公爵整理着衣领说道：“听说你今天闯进了我的课堂。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消息传得真快，你明明想瞒着我，却又这么公开的把我叫到书房。”大公爵微笑着说道：“我只是以为你对我完全没有兴趣。”大公夫人看着他，正如他所说。罗爱娜凑到耳边低语：“为什么不直接去问父亲呢？”他正渴望着母亲的关注，只要母亲给他想要的关注，他会立刻把一切都说出来。罗爱娜露出笑容：“我原以为他只是个孩子，但他确实有点本事。”大公爵注视着眼前的人，大公夫人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？”大公爵走近一步问道：“你刚才为什么要笑？”大公夫人双手交叉回应道：“天哪，难道现在连笑也被禁止了吗？”大公爵突然伸手重重按在墙上。大公爵俯身逼近说道：“我再问你话。”大公夫人盯着他的眼睛，他表现得像个小鬼。大公夫人突然伸手反向抓住大公爵的衣领，将他猛地拽向自己。大公爵踉跄着惊呼道：“这到底是在干什么？”大公夫人露出玩味的笑容说道：“不，只是因为你靠得太近了，我还以为你想吻我。”大公爵满脸通红的反驳道：“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。”大公夫人松开手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厌恶我的触碰，就像我厌恶你一样。整个帝国都知道，我们实际上是陌生人，甚至从未共处一室。”他收紧抓住衣领的手：“如果你不想接吻，就开口说话，告诉我书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场景转至华丽的餐厅，大公爵坐在长桌尽头说道：“洛克男爵以后不会再来城堡了。”他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：“如果再有人虐待你，不要保持沉默。”阿基德看着对面问道：“你不是曾告诉我要像死了一样活着吗？”大公爵切开牛排说道：“那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站在那里挨打，你应该还击，处理挥拳后的后果，比白白挨打要容易得多。”阿基德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我会记住的。”罗爱娜看着这一幕，真是教坏小孩子。她以为温柔的阿基德会像他一样暴力吗？阿基德虽然长得像前任大公，性格却完全不同。前任大公极度自恋，阿基德却在如履薄冰中长大，习惯性的否定一切内容。正因如此，阿基德经常与梅贝尔发生冲突，最终他将他输给了男主角泽罗尼斯。光是想想就让人难受。不过现在没关系了，罗爱娜咬着手帕，只要有我在，阿基德就不会有悲惨的童年。罗爱娜走到门前，伸手敲了敲房门，说道：“打扰了。”女仆提着花篮转过身，罗爱娜看着篮子里的花问道：“这些花是怎么回事？”女仆回应道：“鲜花节快到了，我带了些花来换换心情。”罗爱娜问道：“这种天气要办鲜花节？”女仆说道：“只是名义上的节日，实际上是播种的日子。德卢斯的土地贫瘠，鲜花很难自然绽放，所以我们会亲手播种。”蓝发女仆走近调侃道：“
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怎么还表现得这么惊讶？大概是因为你刚嫁过来时被这里的环境吓坏了。罗艾娜尴尬地回应道：“也许是吧。”蓝发女仆继续说道：“这次你可不能再逃跑了，否则大公夫人会严厉责备你。”罗艾娜握紧拳头说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从现在起我会听话，做一个模范妻子。”蓝发女仆掩嘴笑道：“哦，真的吗？你不会再反复无常去给大公大人添麻烦了吧？”罗艾娜跺着脚大声说道：“我都说了，我不会再逃跑了。”女仆们发出一阵哄笑。阿基德独自坐在书房里，面前堆满了厚重的书籍，一位新家庭教师，还有一位击剑大师。他合上书本，想起大公爵在餐桌上的话，他说要还击，是真的吗？阿基德走到窗边，看着窗外的阳光。刚才那是罗艾娜在笑吗？他站在窗前，陷入了沉思。窗外传来女仆的调侃：“哦，真的吗？你不是打算要？”罗艾娜大声回应道：“我都说了我不会。”阿基德站在窗边，那是从四月堡跟着他一起过来的女仆吗？他不自觉地伸手扶住窗框，我不该偷听别人的私密谈话。正准备离开，窗外突然传来罗艾娜的呐喊：“我最喜欢阿基德了！”阿基德瞬间僵在原地，瞳孔剧烈震颤。刚才我听错了吗？他猛地捂住嘴巴，整张脸长得通红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以前只要开口，就会宣称有多么讨厌我。然而，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亲爱的。”在那次亲昵的称呼之后，当他重新叫我阿基德时，我竟然感到了一丝失望。阿基德看着窗外，失望究竟是为什么？他靠在窗边，抬手遮住发烫的脸颊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阿基德缓缓蹲下身，将头埋进膝盖。他明明说过讨厌我。马车在林间行驶。阿基德看着身边的少女，我没想到你会向我求助。你以前从不需要我的帮助。罗艾娜回应道：“真的吗？去年他帮了忙，结果却变成了一场灾难。”罗艾娜大声喊道：“谁找你帮忙了？”罗艾娜心想，真可惜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会用亲吻淹没他们。阿基德问道：“你是因为去年被母亲责骂，所以现在感到紧张吗？”我问是因为你的嘴唇一直在不停抽动。罗艾娜低头回应道：“我想是吧。当母亲生气时，确实有点可怕。”阿基德继续说道：“考虑到他上次对你表现得那么亲热，这不太合适。”罗艾娜问道：“在脸颊上晚安吻？”阿基德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那个。”罗艾娜看着阿基德：“如果你只是害怕他，就无法变得亲近。”阿基德低声呢喃：“亲近？”他不解地问道：“我不确定该如何理解您的话，小姐。”罗艾娜垂下眼帘，直到最近，我一直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，所以请就把我当成现在的我来看待。阿基德转过头问道：“现在的你呢？”罗艾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指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。”阿基德，不是过去的我。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必要的麻烦，对不起。阿基德急忙回应道：“不，完全不是。如果非要说的话，我才是那个。”罗艾娜握住他的手：“从现在起我会做得更好，真的。”阿基德愣在原地。小姐，罗艾娜握住少年的手：“你的手很冷，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忍耐一切，你可以畅所欲言。”阿基德想起来了，紧张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阿基德。马车缓缓停稳，罗艾娜提着裙摆：“我们到了，要走吗？”阿基德露出微笑：“是的，小姐。”在华丽的室内，一位女子端着茶杯说道：“大公真是太无情了。”她愤怒地抱怨道：“他怎么能像劈柴一样断得那么干脆？”洛克夫人端起茶杯：“现在没关系了，他又不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男人。”女子回应道：“我想也是。我听说大公已经找到了新欢。”洛克夫人愣在原地。新欢？女子继续说道：“我今天看到德鲁斯家族的马车驶向了种子农场，也许他是去和情人一起看花。”洛克夫人心想：我们在一起整整3年，难道他不该至少克制1个月吗？女子微笑着：“男人天生就是那样，无论洛克小姐多么像花一样美丽，他们最终都会习惯，本能的去寻找新的花朵。”洛克夫人猛地站起身，推开茶杯，她脸色阴沉地说道：“小姐，我很抱歉，但你今天必须离开了。”短发女子看着女子离去的背影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阳光洒在农场上，麦克迎向马车，恭敬的行礼：“我们提前收到了您要来访的消息，我是这里的经理麦克，这是您自去年以来第一次访问，对吧，夫人？”阿基德疑惑地问道：“我去年来过这里。”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我想是的。”麦克继续问道：“那天一切都还好吗？”大公夫人看起来非常不悦，我们当时都很担心。罗艾娜反问道：“我的母亲？”麦克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天您一言不发就离开了。”大公夫人非常生气。罗艾娜拍着胸脯：“我今天很好，我留出了充足的时间，请带我参观吧。”麦克走在前面说道：“今年的德卢斯花颜色格外漂亮，如果现在种下，年终就能看到盛开，也可以用魔法加速。”他推开温室大门：“请往这边走。”罗艾娜走进花海，发出惊叹。麦克笑着说道：“既然来了，请慢慢参观。我落了个工具包，去拿一下。”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他漫步在花丛中，这些花真的好漂亮。阿基德站在身后：“我以为您不喜欢德卢斯花。”罗艾娜惊讶地回头：“我吗？”阿基德垂下眼帘：“您不记得了吗？去年的庆典上，您让我扔掉我送您的花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您讨厌花。”罗艾娜急忙喊道：“我不讨厌他们，对不起，我那时候做的太过了。”阿基德微笑着说道：“很高兴听到你并不讨厌他们。如果有喜欢的花，请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让人送到你房间。”罗艾娜看着他：“他是天使吗？”他正要开口回应：“那我要德卢。”麦克焦急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“请等一下，小姐，我们现在有客人。”洛克夫人猛地推开大门：“大公在哪里？”麦克在身后追赶：“洛克小姐。”阿基德挡在前面：“真是失礼，你不该处于这种位置。”洛克小姐，洛克夫人发出一声冷笑：“现在你甚至把孩子当成盾牌吗？”
请告诉我们真相！”洛克夫人大声喊道：“我听说大公现在就在这里才过来的。”罗艾娜看着眼前的混乱场面，我应该介入一下。她的视线突然模糊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会这样？阿基德察觉到异样，小姐。罗艾娜身体摇晃，靠在阿基德肩头。阿基德，他双眼紧闭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阿基德惊恐地喊道：“小姐，这是什么？”罗艾娜虚弱的呢喃：“我就要这样死掉了吗？”阿基德紧紧抱住她，请振作一点。阿基德抱着罗艾娜在走廊上飞奔。阿希尔，女仆惊慌地问道：“小宫阁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阿希尔看着罗艾娜，小姐。他紧接着问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阿基德下令道：“阿希尔，快去叫医生。”阿希尔回应道：“马上就去。”罗艾娜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。医生看向众人说道：“幸运的是，他的命保住了，多亏了你们及时的急救。”阿基德皱眉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晕倒？”医生回应道：“看起来像是过敏反应。”阿基德扶着额头说道：“不可能，小姐从没这种症状。”医生继续说道：“但这些症状表明是急性过敏休克。今天他去过花粉很多的地方吗？”女仆低头回应道：“我们去了种子农场。”阿基德疑惑地说道：“真奇怪，在4月城堡时，即便换季他也没事。”医生提着药箱说道：“看来是在来到德鲁斯领地后，免疫系统变弱了。我以为他脸红，只是因为天生可爱。”医生转头问道：“4月城堡里有德鲁斯花吗？”女仆摇头回应道：“没有，我在这里才第一次见。”医生沉思着问道：“那去年这个时候，罗艾娜小姐有过类似的症状吗？”女仆突然惊呼道：“去年小姐也生过这样的病。我得去查查记录，虽然当时很轻微，但她的脸颊也像现在这样通红。”阿基德盯着女仆问道：“是她和母亲外出独自回来的那天吗？”女仆惊讶地回应道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小姐，让我保守秘密。阿基德捂住脸说道：“是因为德鲁斯花，他在花田里晕倒了。如果4月城堡没有这种花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。”阿基德质问医生：“既然当时有诊断，为什么不做彻底检查？”医生低头回应道：“那时候症状很轻微，这些仆人真无能，竟然不关心小姐的身体健康。因为我的出身，我可以忍受他们的冷漠，但我没想过这种事也会发生在他身上。我以为他骄傲自大，又固执己见，难道他不想让人发现过敏的事，是为了成为大公夫人？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本该好好照顾她。”阿基德转身离去，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阿希尔在身后喊道：“小大公阁下！”阳光洒进房间，罗艾娜的手指微动，缓缓睁开眼睛。阿基德，他坐起身子，发现床边趴着一个人。他整晚都在这里照顾我吗？毕竟我们是夫妻，也许他不能丢下我不管。阿基德听到动静，睁开了双眼。阿基德轻声说道：“早安。”罗艾娜揉着眼睛问道：“已经是早上了吗？”阿基德站起身问道：“你感觉好点了吗？身体还有哪里痛吗？”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我没事了。”刚醒来的阿基德这张脸真是迷人。起初我失去了嗅觉，真的很害怕，但现在完全好了。罗艾娜试探着问道：“你担心我吗？”“我不该问的。”阿基德怎么会担心我？阿基德沉默片刻，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罗艾娜愣住片刻，说道：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阿基德说他担心我。有人被心上人照顾过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阿基德伸手试了试他的额头，说道：“还有一点余热。”罗艾娜靠在床头说道：“我真的以为要死了，奇怪的是1天就恢复了。”阿基德纠正道：“已经过去10天了。”10天？竟然昏迷了这么久？阿基德反问道：“你问我担不担心？我当然担心，毕竟我是你的丈夫。”他情绪激动地说道：“你差点就没命了，这10天守在你身边，你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感受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再也醒不来，我该怎么办？”罗艾娜看着他，轻声唤道：“阿基德。”阿基德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如果真的出了事，我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道歉。”罗艾娜抓住他的衣领，大声喊道：“阿基德！”罗艾娜安慰道：“阿基德，我没事了，你看我现在就在你面前。”阿基德低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没错，原来是我让阿基德这么痛苦。”罗艾娜疑惑地问道：“但我为什么会晕倒？”阿基德看着他说道：“是对德鲁斯花过敏。”罗艾娜惊讶地说道：“哈，德鲁斯领地到处都是那种花。”阿基德冷冷地说道：“别装作不知道，去年你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晕倒过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，真意外，原著里的罗艾娜是怎么在领地忍受的？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原著故事里，阿基德看到德鲁斯花总会想起亡妻，他的亡妻非常讨厌那种花，甚至在他们居住的城堡周围绝对不允许这种花开放。原来这就是他对过敏大惊小怪的原因。阿基德低着头说道：“你不该隐瞒这种事，你应该诚实一点。是因为我吗？如果我是一个更可靠的丈夫，你会对我坦诚吗？”罗艾娜急忙喊道：“不是那样的。”他抓紧被角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告诉阿基德一切，我不会再撒谎了。”阿基德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也会努力的。”阿基德坐在床边，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我会努力成为一个能让妻子依靠的人。”大公夫人看着洛克说道：“洛克夫人。”洛克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。大公夫人继续说道：“我亲自过来了，你为什么要退缩？见到我不高兴吗？”洛克颤声回应道：“大公夫人，听说他在孩子面前总是目中无人。”阿基德站在窗边说道：“母亲，请帮帮我，请确保洛克夫人再也不会出现在大公面前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孩子用这种眼神哀求，他平时甚至不敢看人的眼睛。”大公夫人露出一丝冷笑，他竟敢在大公和妻子面前如此不知分寸，对吧？洛克夫人脸色惨白。那是。大公夫人冷冷地说道：“我要他立刻离开哈德鲁斯领地。”罗艾娜捂着额头，神情显得非常不安。舒丽大声责备道：“你怎么能说出那种话？
你根本没考虑过那些担心的女仆们。玛莎在一旁劝阻道：“够了，她又不是故意生病的。”舒丽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都是那个庸医的错。如果去年认真检查，小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整天魂不守舍。”罗艾娜听着他们的争吵，魂不守舍，舒丽气得满脸通红，不停地挥动手帕。汉娜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不过多亏了阿基德大人，能有一位优秀的私人医生，真是太好了。”罗艾娜抓着裙摆说道：“我也没想到阿基德大人会亲自去见大公。”玛莎感叹道：“这还是第一次呢，感觉只有阿基德大人才是真心疼爱小姐的人。”舒丽笑着调侃道：“你们真是的，前几天还在抱怨他把小姐保护得太严实了，但这位新来的私人医生确实非常尽责。”罗艾娜若有所思，他对我这么好，大概是因为还不知道我有一条来自地狱的毒蛇。更重要的是，鲜花节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和大公夫人的关系本就糟糕，现在又把工作堆给他，他现在的心情一定差透了。罗艾娜看向女仆们，问道：“你们想好要撒什么种子了吗？”舒丽摊开手回应道：“不知道，大概和上次一样吧。撒种子实在太麻烦了。”玛莎双手叉腰说道：“真是太不浪漫了。既然这样，干脆去撒蒲公英绒毛吧。”罗艾娜眼前一亮，说道：“这真是个好主意。”玛莎看着起身的罗艾娜问道：“小姐，您要去哪里？”罗艾娜提起裙摆跑向门口，去见母亲。汉奈在身后喊道：“听说大公夫人今天要出门去种子农场。”一辆马车停在门外，汉娜看向窗外说道：“马车刚刚到了，趁热打铁。”罗艾娜飞快地跑下楼梯，舒丽和玛莎紧跟在后。舒丽大声喊道：“小姐，等等我们！”罗艾娜冲到大厅门口，对着前方的背影喊道：“母亲！”大公夫人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罗艾娜快步跑下楼梯，喊道：“欢迎回！”脚下突然一滑，要摔倒了。罗艾娜失去平衡，整个人向前扑去。玛莎在后方惊叫道：“小姐！”罗艾娜紧闭双眼，撞进了一个冰冷的怀抱。大公夫人稳稳接住她，说道：“真是热情的欢迎，这简直就像等了一整天主人回家的小狗一样。”罗艾娜慌忙站稳：“您回来了吗？”大公夫人整理着衣袖说道：“是的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，还闹出这么大动静？”罗艾娜双手合十说道：“我有关于鲜花节的事，想和您商量。”大公夫人转过身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跟我来吧。”两人来到花园茶座，桌上摆满了精致的甜点。罗艾娜端起茶杯说道：“母亲，我听说我的过敏症给您添了很多麻烦。”大公夫人眼神瞬间变得犀利：“哪个心不在焉的女仆对你说了这种话？告诉我她的名字！”罗艾娜吓得缩起脖子说道：“不是那样的，是我自己猜的。”大公夫人放下茶杯说道：“没什么好帮忙的，去年也是我一个人处理，现在让你帮忙，只会让我更累。你真是有一种专往别人痛处戳的天赋。”罗艾娜摇着头说道：“母亲，我也想帮您的忙。”她身体前倾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我有一个好主意，您想听听看吗？”大公夫人单手托腮说道：“你吗？偏偏是你。”罗艾娜看着大公夫人说道：“我听说每年的种子销量很高，但实际播种的人并不多。大家可能都觉得播种是一件苦差事，什么时候才能撒完啊？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不把花种在土里，而是种在天上呢？”大公夫人皱起眉头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荒唐的想法？”罗艾娜兴奋地解释道：“把种子放进天灯里释放，这样既能播种，又能留下美好的回忆，一举两得，不是吗？而且德卢斯花是彩虹色的，我们可以制作颜色相对应的天灯。”大公夫人看着满园鲜花，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我没意识到你竟然这么关心领地，甚至还特意去思考如何播种德卢斯花。”大公夫人端起茶杯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会大喊着把这些花全部烧光。”罗艾娜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纵火焚烧花丛的画面，把它们全部消灭。她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只要我不去现场，那就没问题。”罗艾娜认真的说道：“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禁止大家喜欢的德卢斯花。”大公夫人手底下巴，这让我想起了你对那种花过敏的事。罗艾娜疑惑的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大公夫人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会和家臣们商量，亲自处理这件事。”罗艾内站起身说道：“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母亲。”大公夫人看着他的背影，看来叫我母亲这件事，你已经越来越顺口了，继续保持吧。罗艾娜开心的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罗艾娜走出房间，轻轻关上房门。走廊里传来询问声：“母亲。”阿基德关切的问道：“您为什么在大公夫人的卧室？难道是被训斥了吗？”罗艾娜连连摆手说道：“不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在鲜花节期间无所事事，所以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。”阿基德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里？阿基德停下脚步回应道：“啊，我正要。”罗艾娜拍手说道：“你是要去训练吧？现在正好是去训练场的时间。”阿基德疑惑地问道：“小姐是怎么知道的？”罗艾娜愣在原地。等等，如果我实话实说，每天都在窗边看他，这听起来难道不像个跟踪狂吗？罗艾娜慌乱地挥动双手说道：“我只是觉得你的衣服看起来很像击剑练习服，我绝对没有偷偷跟踪你之类的，我也不是什么变态。”阿基德看着洛克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您，就算您真的那样做了，我也不会觉得您是变态，或者认为自己被监视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。当然了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，真的可以吗？如果我真的随心所欲，他绝对会吓坏的。比如早晚都要向他问候：“亲爱的，你睡得好吗？”还要全天候观察我最爱的偶像的日常生活。罗艾娜躲在窗帘后，偷偷看着正在读书的阿基德，只是想象一下就觉得太刺激了。这种事绝对要保密，只能藏在心里。干脆在这个世界为他开一家粉丝俱乐部吧。罗艾娜震撼地看着，贵宾通常会有这么多数量吗？阿基德说道：“花卉节在最温暖的季节举行，因此
人们从远方赶来参加。罗艾娜看向阿基德说道：“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专门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组？既然是难得的机会，你能护送我一起参加吗？”阿基德牵起他的手，回应道：“好吧。”两人推开大门，走进会场。周围的人纷纷侧目，他们在盯着我看，是因为我正被阿基德护送吗？戴安娜挥手喊道：“罗艾娜，这个女孩是……”一盆冷水泼向阿基德，打湿了他的制服。戴安娜捂着嘴说道：“哎呀，真抱歉，我刚才在给花浇水，不小心滑倒了。”罗艾娜看着阿基德说道：“天哪，你的衣服全都湿透了，你该不会打算就这样进去参加宴会吧？你也不想让大公失望，对吧？你会成为大家的笑柄。”罗艾娜与戴安娜大笑起来，转身走向宴会厅。阿基德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是的，我想也是。”他转身走向走廊深处，“我先失礼了。”罗艾娜看着他的背影，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。他竟然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这样直接离开了，是因为费尽心思，却只换来这种冷淡的回应吗？一只手突然抓住了他，戴安娜急忙跑过来问道：“罗艾娜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？以夫妻身份共同出席，真的是什么弱点吗？连你自己也知道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吧？”罗艾娜冷冷地说道：“够了，走吧，戴安娜。”戴安娜咬紧牙关，转身跑开了。阿基德走上前问道：“你真的没事吗？就这样让洛克小姐离开？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反正我本来就没打算继续和她做朋友。”阿基德凑近她耳边说道：“小姐，你真的变了？”罗艾娜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阿基德红着脸说道：“抱歉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他是在害羞吗？好可爱。”阿基德独自走在走廊，戴安娜突然出现，喊道：“少爷！”阿基德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洛克小姐？”戴安娜愤怒地质问：“你对罗艾娜做了什么？”阿基德冷淡地回应道：“你这话听起来像是我伤害了妻子。”戴安娜大声反驳道：“那是因为罗艾娜表现得一点都不像她。”阿基德露出一丝冷笑：“你是在暗示我抓住了她的什么把柄吗？”阿基德俯视着洛克说道：“我之所以容忍你到现在，只是因为你是罗艾娜的朋友。”戴安娜颤抖着回应道：“我依然是她的朋友。”阿基德冷笑一声：“是吗？可我的妻子却不这么认为。”戴安娜脸色变得惨白：“这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大公吗？”阿基德步步紧逼说道：“你一直都在暗中蔑视我，并以此获得优越感，你真的以为我没有察觉吗？”戴安娜惊慌的后退：“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。”他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阿基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阿基德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只原谅你这次无礼，在我妻子回来前立刻消失。”罗艾娜走过来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戴安娜哭着喊道：“罗艾娜，听我说，大公他刚才……”罗艾娜打断道：“别告诉我！”他急忙冲到阿基德身边：“阿基德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戴安娜又欺负你了？”戴安娜惊慌地回应道：“哎，不，我没有。”戴安娜急忙辩解道：“罗艾娜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是大公他推了我。”罗艾娜皱起眉头说道：“什么？我丈夫绝不会无故推你，一定是你做了什么错事。”戴安娜瘫坐在地上喊道：“你怎么能对我这么说？你知不知道你丈夫刚才有多可怕？”罗艾娜冷淡地回应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戴安娜愣在原地。“什么？”罗艾娜俯视着他说道：“你摔倒了，为什么要向我抱怨？你以为你是谁？”戴安娜流着泪质问道：“你怎么能不站在我这边？我们可是朋友啊！”罗艾娜纠正道：“准确地说，我们曾经是朋友。”他挥了挥手说道：“现在已经不是了，别再纠缠我丈夫，立刻给我消失！”戴安娜愤怒地喊道：“好啊，我们彻底完了！”他拉着同伴跑开，真是太恶心了，大家以后别再见面了。罗艾娜看着阿基德问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，你真的没事吗？他们没有欺负你吧？”阿基德低声问道：“如果我真的推了洛克小姐，你会怎么做？”罗艾娜毫不犹豫地回应道：“当然不会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随便对别人动手的人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就该一直守在你身边。”阿基德看着他说道：“刚才确实不太好，但现在没事了，因为罗艾娜站在了我这边。”罗艾娜，他刚才是直接叫了我的名字吗？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你刚才是在叫我的名字吗？”阿基德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罗艾娜，名字本来就是为了让别人称呼才存在的。”他露出失落的神情问道：“这让你感到困扰吗？我应该停止吗？”罗艾娜急忙摆手说道：“不，请继续这样叫我，叫夫人也可以，叫罗艾娜就更好了。”阿基德牵起她的手：“好的，罗艾娜。”罗艾娜心跳加速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寿命是不是很快就要缩短了？戴安娜推开大门，大声喊道：“妈妈！”伯爵夫人惊讶地问道：“戴安娜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”戴安娜哭着回应道：“是大公和罗艾娜做的。”大公夫人放下棋子问道：“你和那对年轻的大公夫妇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戴安娜吓得缩起肩膀。大公夫人看着她说道：“天哪，你一定吓坏了！来人，给这孩子拿点水来。”大公夫人端起酒杯说道：“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你提起那对年轻的大公夫妇？”伯爵夫人搂着戴安娜回应道：“请别介意，阁下，孩子们总会吵架的。”戴安娜哭着说道：“罗艾娜说她讨厌和我玩，还叫我滚开。”伯爵夫人瞪大眼睛问道：“那是真的吗？”大公夫人靠在椅背上：“我好奇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”伯爵夫人猛地拍向棋盘：“阁下，这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小事吗？”大公夫人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伯爵夫人，刚才说是小孩子吵架的人，可是你。”伯爵夫人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即便他们只是孩子。”莱克伯爵夫人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不严加管教，他们会变得任性。”大公夫人冷冷地打断道：“莱克伯爵夫人，建议应该由身份对等的人提出。如果这里有人表现的任性，那似乎是你。”莱克伯爵夫人，她将棋子重重扣在棋盘上，说道：“将军。”伯爵夫人愣在原地。大公夫人站起身说道：“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
他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，说道：“我的对手实在太无趣了，我一刻也待不下去。”伯爵夫人追向门口喊道：“阁下，请等一下！”桌上的杯子被撞碎在地，他带着戴安娜走在走廊，显得气急败坏。戴安娜不停地打嗝，他愤怒地吼道：“该死的打嗝！你就不能让他停下来吗？”戴安娜吓得缩成一团。宴会厅内，罗艾娜看着远处，戴安娜是因为刚才哭着跑掉，所以现在才这么低调吗？这样下去，我会被婆婆更加讨厌的，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她无奈地扶住额头，我有自己的秘密武器。罗艾娜摊开手掌，几颗晶莹的宝石滚落在桌上。路过的女人惊讶地问道：“这是你这次买的宝石吗？”罗艾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这是名为佩特拉的游戏道具，我特意准备了它，想和今天到场的所有人一起玩。”绿发少年皱眉问道：“佩特拉，那不是平民玩的游戏吗？你为什么要带这种东西来这里？”身后的女孩附和道：“他说的对，我们没必要玩平民的游戏。”扫兴的人从一开始就想搞破坏。金发少女举起手说道：“我想试试，看起来很有趣。”阿基德也回应道：“我也加入，我记得很久以前玩过一次。”罗艾娜高兴地说道：“太好了，那我们就来一场3人对决。”绿发少年冷笑道：“我还在想，大公夫人为何会喜欢这种奇怪游戏？看来是大公教你的吧？”罗艾娜脸色阴沉下来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绿发少年耸肩说道：“我只是出于担心，用珍贵的宝石玩平民游戏太浪费了。”罗艾娜捂住嘴惊呼道：“你现在是在羞辱哈德卢斯家族吗？难道你觉得我们的财务状况已经窘迫到要为几颗宝石发愁了？”绿发少年慌张地摆手回应道：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大公似乎对平民游戏太熟悉了。”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攻击我丈夫的出身。罗艾娜愤怒地质问道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绿发少年吓得脸色苍白，颤抖着回应道：“对不起，如果这样下去，气氛又要毁了。”罗艾娜平复情绪说道：“我带这些东西来，可不只是为了玩简单的平民游戏。”汉娜，把它拿过来。女仆推着装满精致盒子的推车走到了罗艾娜身边。罗艾娜指着推车说道：“这是我为今天到场的所有贵宾准备的礼物。”她打开精致的木盒，里面整齐摆放着紫色宝石。绿发少年震惊地问道：“你要把这些宝石送给所有人吗？”罗艾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，不过既然这位年轻的领主看不起平民的游戏，想必也不需要这个礼物吧？”绿发少年气得浑身发抖。宴会厅的桌子旁，罗艾娜正开心地玩着游戏。阿基德遗憾地喊道：“差一点就赢了。”罗艾娜得意地回应道：“看来这一局是我赢了。”阿基德赞叹道：“你看起来对这个非常熟练。”他眨了眨眼回应道：“我一直学得很快。”阿基德好奇地问道：“是女仆们教你的吗？”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没错，她们之前竟然背着我偷偷玩这么有趣的游戏。”阿基德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看到你和女仆们相处得这么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是吗？我也想和你好好相处。”阿基德，比如同床共枕之类的。阿基德愣在原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罗艾娜转头看向旁边的桌子：“那么你们这次去参加播种节了吗？”卷发少女兴奋地回应道：“一开幕我就去了，装满种子的天灯在空中漂浮，景色美极了。”另一名少女惊叹道：“天哪，把种子发射到空中吗？”卷发少女点头说道：“听说他们用魔石来引导方向，哈德卢斯家族的魔导具真是令人印象深刻，竟然把那个做成了魔导具吗？”阿基德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看来它比我想象中更有用，我想亲眼去看看。”罗艾娜也想去吗？罗艾娜摆着手回应道：“不，德卢斯花到处都是，去那里我会受罪的，你没必要特意跑去那里。”阿基德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从远处看到德卢斯种子的发射，如果只是在远处看，这样可以吗？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，这是约会邀请吗？阿基德低声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想去的话。”罗艾娜猛地站起身说道：“不，我很想去。”阿基德，我想和你一起去。餐桌上摆满精致甜点，大公爵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听说你大量买入宝石，我还以为你有了做珠串这种新爱好，可我又听说你在派对上分发奇怪的纪念品。”罗艾娜放下叉子回应道：“那不是奇怪的纪念品，是一种叫佩特拉的游戏。”大公爵疑惑地重复道：“佩特拉？”罗艾娜笑着解释道：“这是在平民中流行的游戏，其实非常有趣。”大公爵拖着下巴说道：“真是奇怪，我不认为平民有钱去购买昂贵的原石，真是不折不扣的贵族发言。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，应该使用更大的宝石。你的慷慨程度似乎比我想象中要小。”罗艾娜看向他说道：“你觉得我这么做是因为舍不得宝石吗？等着瞧吧。”罗艾娜摊开手掌说道：“这个尺寸正适合孩子抓握。”大公爵看着宝石说道：“再多给我展示一下，这游戏要怎么玩？”罗艾娜看向身边的少年：“阿基德会教您规则的。”阿基德惊讶地问道：“这个家庭急需一个破冰者。”罗艾娜提议道：“不如我们分成2组，来玩个小赌局，怎么样？”大公夫人坐在餐桌旁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我没兴趣。”罗艾娜捂住嘴笑道：“哦，你们是担心会输给孩子吗？比起输给孩子的屈辱，现在退缩确实是更好的选择。”大公爵拍桌而起说道：“好，那就来赌一把。”大公夫人盯着罗艾娜说道：“输了的时候可别哭鼻子。”这2个人真是经不起一点挑衅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竟然为了这种游戏对一个孩子这么认真。马车在林间小路上行驶，罗艾娜坐在车厢里说道：“你看到了吗？他们赢了之后，竟然立刻就开始炫耀。不过确实很有趣，我真没想到他们会愿意加入这种游戏。”阿基德坐在对面回应道：“我想是因为节日的气氛帮了忙。”他低下头，手指紧紧抓着裤腿。
这是第一次，我能和他们两位一起做些什么？罗艾娜看着他的笑容，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就能让他这么开心。他伸出手，轻轻覆盖在少年的手背上。罗艾娜微笑着说道：“以后还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时刻，我会确保这一切发生的。”无数孔明灯升上夜空，点亮了整座城镇。罗艾娜站在山坡上说道：“阿基德，这里真的好美！天哪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相机？这种级别的帅气理应被永恒保存下来。”阿基德转过头，发现对方正盯着自己，他疑惑地问道：“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”罗艾娜立刻捂住脸，当然有一整张帅得冒火的脸。他平复心情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阿基德依然盯着他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那样看着我？”罗艾娜站在山坡上说道：“没有理由，鲜花节已经结束了，为什么突然传唤我？”他推开露台的大门，走向正在等待的母亲。大公夫人转过身说道：“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了，你带走吧。”罗艾娜看向桌面，这是什么？桌上的宝箱里整齐码放着闪烁的金条。金条？大公夫人看着他说道：“这是你提供天灯创意的佣金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佣金？”大公夫人单手托腮说道：“既然这是你第一次履行公爵夫人的职责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哈德鲁斯家族在奖励方面一向是严格基于功绩的。我们会向任何提出可行方案的人支付佣金。”罗艾娜说道：“这意味着我余生都能领到钱吗？”大公夫人看着他说道：“听你的语气，好像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些金条到底值多少钱？”大公夫人补充道：“你的私人金库里应该已经有几箱金条了。”罗艾娜惊叫道：“什么？我的私人金库里竟然还有更多？有了这笔钱，我就能过上最奢华的追星生活了。为了实现我的追星目标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，不是吗？”茶水缓缓注入杯中，科比斯坦坐在桌前，已经多久没有像这样安静的喝杯茶了？他端起茶杯，叹了口气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侍者推门走进书房，说道：“科比斯坦大人，主城派人过来了。”科比斯坦放下茶杯，问道：“主城？大公今天应该在外面办公。”侍者有些迟疑的回应道：“关于那个，是大公夫人要求见您。”科比斯坦猛地喷出茶水。罗艾娜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我来这里是有一件事想拜托你。”科比斯坦紧张地咽下口水，拜托我？罗艾娜笑着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你就是那些天灯的制造者。”科比斯坦脸色瞬间惨白，他突然冲下座位，重重地跪在地上，大喊道：“我犯下了死罪，请您饶恕我！”罗艾娜被吓得跳了起来。哈！科比斯坦浑身颤抖，额头紧贴着地面。回忆里，原主指着烧焦的头发大喊：“你要怎么负责？我的头发全毁了！”科比斯坦跪在地上哀求：“我会找到恢复头发的模具，请再给我一点时间。”原主愤怒地吼道：“舞会就在明天，你想让我成为笑柄吗？”科比斯坦浑身颤抖地回应道：“我会竭尽全力的。”罗艾娜看着眼前惊恐的男人，她真的被吓坏了。看来原主以前没少折磨这个可怜人，他看起来就像个被过度压榨的上班族，真是太惨了。既然如此，罗艾娜拿出一块金条，递到科比斯坦面前。她放轻声音说道：“我最近确实对你太严苛了，对吧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保证你得到丰厚的报酬。我要用足够多的钱淹没他，让他这辈子都再也不敢产生辞职的念头。”科比斯坦愣住，问道：“刚才你说什么？”他是在问我过得辛苦吗？而不是问我是否还活着。罗艾娜按住他的肩膀说道：“先坐下，是我提议做天灯，才让你加班的。”科比斯坦坐下回应道：“虽然是这样，但我没关系，这种程度的加班很正常。”罗艾娜惊呼道：“什么正常？难道你一直被困在别墅里？”科比斯坦解释道：“是的，大公阁下提供了食宿，我住得很舒服，而且我也不喜欢出门。”他看着少女紧握的拳头，为什么问这个？罗艾娜愤怒地喊道：“真没看出来，他竟然是这种冷酷的雇主。”科比斯坦疑惑地问道：“请问？”罗艾娜盯着他问道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每周工作7天，我没说错吧？”科比斯坦回应道：“每2周会休息1天，但大部分时间确实如此。”罗艾娜震惊地喊道：“2周才休1天？这简直不敢相信！”科比斯坦看着他：“你过得很辛苦吧？手竟然这么苍白，你到底在房间里关了多久？”罗艾娜握住他的手说道：“你经常散步吗？不管多烦人，你都必须出去走走。手白和散步有什么关系？需要补充维生素 D， 去晒晒太阳。”科比斯坦回应道：“我真的没事。”罗艾娜指着他喊道：“没事个头！我会去求父亲给你放假，相信我，简直是天使，不是伟大的大公夫人。”科比斯坦感动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可怜的科比，我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顶级雇主。”路人疑惑地问道：“咦，他刚才不是也站在那里吗？听说他正在进行某种抗议。”汉娜拿着外套走近说道：“我说了，等大公阁下到了，我会把这个递给他的。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我说了不用担心我，你却总是带这些东西来。”汉娜焦急地说道：“那是因为你还没完全康复，我们都很担心。”罗艾娜看着厚重的衣服说道：“如果把这些全穿上，我就不再是个人了，会变成一个雪人，谁能反抗小姐的固执呢？”汉娜转身离去，罗艾娜挥手说道：“慢走，汉娜。”沉重的大门被推开，大公终于回来了吗？罗艾娜转过头，阿基德站在门口问道：“罗艾娜？”罗艾娜露出笑容问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，剑术训练进行的顺利吗？”阿基德走下台阶问道：“为什么站在这么冷的地方？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但是……”阿基德伸出手触碰他的脸颊，说道：“你的脸很凉，你才刚从病床上起来，为什么要出来？万一感冒了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他现在是在担心我吗？”阿基德看着他问道：“你难道是在等我吗？”“是的，没错，我确实是在等阿基德。”阿基德盯着他问道：“为什么要等我这么久？”罗艾娜反问道：“你觉得呢？”他捧着脸露出笑容说道：“因为你是我丈夫呀。”
阿基德沉默地转过头，他这是什么反应？远处传来呼唤声：“少夫人！”管家走上前来，大公阁下暂时无法回城。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出什么事了？”管家推了推眼镜说道：“回来的路上出了点问题，冰山的火山爆发了，地面现在很不稳定，阁下今晚会留在旅馆。”罗艾娜震惊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风雪笼罩着远处的山脉。大公夫人拆开信封，这是哈德鲁斯城堡的信，希望那2个孩子过得好，只要他们不惹麻烦。他看着信件内容，阿基德在您不在时，把城堡管理得很好。天哪，他才14岁，竟然如此可靠。亲爱的父亲母亲，你们身体还好吗？大公夫人看着信件，写这封信只是为了炫耀丈夫吗？前几天她还在大喊说自己讨厌他，如果是去年，这种事根本不会困扰我。回忆里，罗艾娜紧紧抱着阿基德，两人在花丛中欢笑。房门被推开，大公夫人惊觉地转头，大公爵走进房间，大公夫人坐在床上问道：“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你不是打算保持距离，直到黎明吗？”大公爵冷冷地问道：“现在进我的房间也需要许可了吗？你似乎一点也不在乎。你的丈夫正在寒风中受苦。”大公夫人反驳道：“期待我去寻找一个自己冲出去的人，这难道不合理吗？”大公爵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真是冷酷无情。”大公夫人冷笑道：“冷酷无情？一个进我房间都不考虑别人眼光的人，竟然有脸说这种话。”他走向大公爵说道：“干脆直接向外宣布吧，哈德鲁斯大公夫妇关系比陌生人还差。”大公爵回应道：“我离开是因为我觉得你会不舒服。”大公夫人反问道：“不舒服？”他猛地抓住大公爵的领带：“你才是那个让人不舒服的人。那天是你把我一个人丢下的，谁知道呢？”大公夫人在初夜被抛弃，至今还是个处女。大公夫人盯着他说道：“所以别再责怪我了，达米安。”大公夫人凑近问道：“还是说我们现在就上床？如果你想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配合你。”大公爵猛地后退，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冲向门口。大公爵停下脚步，脸色阴沉。大公夫人站在床边，看着他落荒而逃。看看那个样子，你果然觉得很不舒服。罗艾娜看着窗外问道：“听说大雪会延迟归期，一直都下这么多雪吗？”汉娜抱着衣物回应道：“不，直到去年还是旱季，也许是精灵们太变幻莫测了。”罗艾娜轻笑：“精灵吗？我真的身处小说之中。”门外传来敲门声：“罗艾娜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这个声音是……罗艾娜猛地站起身，如果是阿基德大人，随时都可以。他快步跑向门口，大声喊道：“请进！”阿基德推门而入，看着跑来的女孩，罗艾娜问道：“你要去哪里吗？”阿基德回应道：“东部煤矿出了点问题，我要去查看一下。”罗艾娜有些失落：“那城堡里只剩我一个人了吗？”阿基德看着他问道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要不要一起去？”阿基德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你一直因为下雪没法出门，我想你可能会觉得闷。你要和我一起去吗？”“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。”罗艾娜兴奋地打断道：“一点也不，我正觉得无聊呢。”阿基德露出微笑：“太好了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两人来到雪地森林，罗艾娜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原本还期待着约会，结果这里简直是地雷阵。阿基德语气冰冷地问道：“我不是说过要确保这里没有迪卢斯花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随从惊恐地回应道：“非常抱歉，今天早上明明还没有的，但现在他们全都冒出来了。”阿基德质问道：“你是在解释，还是在说废话？”罗艾娜躲在阿基德身后：“清醒点，我要是陷进去，就直接去见上帝了。”阿基德盯着随从问道：“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漏掉了这么多花吗？”随从惊慌地辩解道：“这是真的。谁会在挖掘魔石的煤矿里种这种花呢？”阿基德眼神冰冷：“别再找借口了，之后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。”随从浑身颤抖：“小公爵大人。”罗艾娜站在一旁看着，他看起来委屈的要命，但我才是那个差点死掉的人，我一点都不同情他。阿基德伸手拦住罗艾娜说道：“夫人，你最好还是待在室内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我大老远跑过来，结果又要待在室内吗？”阿基德有些迟疑，话虽如此，但是他在担心我吗？我现在不能立刻透露过敏的事，我对迪卢斯花过敏，这是绝对的机密信息。作为哈德鲁斯领地的公爵夫人，不能与领地的象征不相容，这会被视为巨大的缺陷。罗艾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用手帕捂住鼻子。”罗艾娜用手帕捂住口鼻说道：“反正矿井还有另一个入口。”她走进矿洞深处，哇，简直像星群一样。随从在一旁解释道：“这些光芒证明了魔石具有极高的纯度。”阿基德皱眉问道：“你是说这么大规模的矿床，直到现在才被发现吗？”随从紧张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连每天进出的矿工都不知道，因为大雪导致地面塌陷，他才突然出现，简直像是精灵在开玩笑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，等一下，精灵？说起来，被精灵祝福的土地，不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吗？我记得这原本是属于大公夫人的矿山。阿基德盯着随从问道：“有没有可能，你早就发现了，却故意隐瞒？”随从吓得脸色苍白：“不，大人，我们怎敢私吞大公领地的财产？”阿基德冷冷地说道：“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会检查过去3个月的日志。”随从颤声问道：“全部吗？”阿基德眼神凌厉地反问：“怎么，有问题吗？你连我之前交办的任务都没能处理好？”阿基德冷冷地问道：“检查记录是正常程序吧？”随从唯唯诺诺地回应道：“是，当然。那我们先去办公室吧。”罗艾娜看着他的背影，看他多细心，这就是我丈夫的魅力。他们竟然漏掉了这么大一个虫洞，真是可疑。罗艾娜突然停下脚步，怎么回事？感觉有人在拉我。脚下的地面瞬间裂开，他失去平衡向下坠落，发出尖叫啊！阿基德猛地转过头，罗艾娜。阿基德冲向裂缝边缘，拼命伸出手，想要抓住下坠的女孩。罗艾娜，
蓝色的魔力光芒在深渊底部剧烈闪烁，吞噬了他的身影。指尖划过虚空，只差一点，虚空中传来细碎的声音。他看起来迷路了，要把他送回去吗？他看起来很有趣，不能让他留下来陪我们吗？罗艾娜缓缓睁开眼，这里是……他看清周围的景象，瞳孔骤然收缩，迪卢斯花。罗艾娜惊叫着跳起来，啊！周围飞舞着发光的蝴蝶。一个声音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罗艾娜惊恐地环顾四周，谁在那里？那个声音回应道：“天哪，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？嘿，不是那边，往这边看。”罗艾娜盯着眼前的生物，蝴蝶在说话。一只巨大的白蝴蝶飞近，回应道：“我们不是蝴蝶，我们是人类口中的精灵。”粉色头发的小精灵从光芒中现身，张开双臂欢呼：“哇呀！”罗艾娜吓得缩成一团。精灵兴奋地凑近：“好久没见到能看见我们的人类了，能让我们多看看你的脸吗？”罗艾娜用手捂住脸，拼命后退，说道：“因为过敏，我做不到。我差点因为迪卢斯花死掉。”精灵们惊讶地喊道：“什么？你太神奇了！你竟然能感觉到德尔菲娜！”罗艾娜愣住了。德尔菲什么？精灵解释道：“魔法师口中的魔力，其实是源自德尔菲内的力量。精灵吃掉德尔菲娜后留下的残骸就是魔石。你之前感到痛苦，是因为高纯度的德尔菲娜直接进入了你的身体。”罗艾娜担忧地问道：“那不是更危险吗？身体在胡乱吸收隐形的力量。”精灵笑着回应道：“真可爱，看他吓成那样，你现在还觉得疼吗？”罗艾娜看着双手，说起来确实不疼了，反而觉得充满了活力。精灵继续说道：“别担心，完全觉醒的身体不会再排斥德尔菲娜了。我们也是经历这种痛苦才作为精灵诞生的。你虽然是人类，却拥有非常独特的体质，体内充满了德尔菲娜。”紫色精灵飞到面前说道：“我想和你签订契约，我想要你。”罗艾娜吓了一跳，这是要吃掉我的预告吗？她警惕地问道：“和你们契约有什么好处？”精灵回应道：“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力量，还能净化被污染的土地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他陷入了沉思。虽然现在土地污染很罕见，但根据原著剧情，污染很快就会开始。到那时，圣女梅贝尔才会前往京城净化土地，并与困在污染之地的泽罗尼斯命运般的相遇。泽罗尼斯与梅贝尔，他们才是故事的主角。等等，如果我成为了精灵召唤师，我的未来是不是也会随之改变？卫兵在矿区奔跑喊道：“这里也没有发现。可恶！”阿基德重锤向墙壁，这怎么可能？搜遍了整座矿山，竟然连一点踪迹都没有。卫兵走上前劝说道：“大公阁下，您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，请先去外面休息一下吧。”阿基德猛地转头吼道：“我妻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你觉得我现在能坐下休息吗？”卫兵低头回应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阿基德痛苦地捂住脸，如果我没叫他一起出来就好了，他是第一个愿意相信我的人。罗艾娜站在远处，即便他最近的转变只是心血来潮，那也是我不敢奢求的幸福。如果罗艾娜就这样消失，我该怎么办？阿基德脚步踉跄，失魂落魄地走在荒地，远处传来呼喊声：“阿基德！”他猛地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向远方，罗艾娜正提着裙摆朝这边飞奔而来。阿基德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罗艾娜？”他快步冲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臂。罗艾娜停下脚步问道：“阿基德？”他看着眼前的男人说道：“天哪，看你这一身的汗，你到底跑了多久？”阿基德紧紧抓着他回应道：“你就那样消失在我眼前，我怎么可能坐得住？我真的很害怕，以为你永远离开我了。”罗艾娜轻抚他的脸颊，笑着问道：“你是在担心我吗？”他戳了戳阿基德的脸，看着他不知所措的样子：“既然已经过了这么久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才对。”蝴蝶沙德在一旁飞舞，人类总是这样吗？为了区区3小时大吵大闹，沙德，你太没耐心了。沙德绕着阿基德飞了一圈，嘲讽地说道：“总之，这就是你的丈夫吗？”罗艾娜看着阿基德，现在仔细一看，你真的很看重男人的长相呢。他对着蝴蝶喊道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，快点变回你的原形。”沙德委屈地回应道：“你真过分，我好不容易才现身的。”阿基德看着矿洞深处说道：“罗艾娜，我们最好立刻离开这里，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入口处的德尔鲁斯花盛开后又突然消失了，没人知道它们何时或者会在哪里再次出现。在这种深处看到蝴蝶也非常奇怪。罗艾娜看着他的背影，不愧是我的丈夫，观察力真敏锐。阿基德转过身说道：“总之，我们先回住处吧。”雪山脚下的豪宅内，大公夫人拆开信件说道：“竟然能提出这么大胆的方案，真有意思。”她看着信纸冷笑道：“刚赚了一点钱，就在生意上变得这么激进吗？”大公夫人放下信件，看向窗外的花丛。埃比斯矿山的精灵，传闻那精灵只要轻轻一碰，就能让荒地变得肥沃。如果能证明精灵真的存在，矿山的价值就会翻倍，绝不能把这块地交给达米安。大公爵推门走进房间，大公夫人坐在沙发上，问道：“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大公爵站在桌前回应道：“明天就可以出发去城堡了，不过清理积雪可能要花点时间。”大公夫人看着他问道：“这种事派个仆人来就行，你为什么总是亲自跑一趟？”大公爵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我听说有一封给您的信。”大公夫人握着茶壶的手猛地一颤，难道他知道信里的内容了？大公爵看着他的反应说道：“看你的样子，我应该是猜对了。你们最近通信挺频繁的。”大公爵带着笑意问道：“你该不会是找了情人吧？”大公夫人冷笑一声回应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，你能找情人，为什么我不行？”大公爵摊开手说道：“请便，你想见谁都随你的便，我没兴趣干涉你的情史。”他转过身继续说道：“但是阿基德。”大公夫人厉声喝道：“闭嘴！”他猛地推开眼前的男人：“我可不像你那么好色。”
如果你想找人调情，那就尽管去，随你的便。大公夫人走到门口吼道：“因为我对此根本毫无兴趣。”她重重地摔上了房门。大公爵站在门外，手扶着门框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锁门，以前他总是留着门，像是在等我进去一样。真是个笨蛋！雪山下的豪宅灯火通明，罗艾娜坐在沙发上，手里紧紧攥着信件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条件，只要你能带着证据回来，证明你得到了精灵的祝福，我就会相信你的话，并按照计划进行。信上是这么写的吗？罗艾娜兴奋地倒在沙发上，我就知道他至少愿意和我做交易，看来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罗艾娜看着精灵问道：“所以，我必须证明你们的存在，对吧？”精灵飞在空中回应道：“先跟你说清楚，我不能随便在人前现身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在矿山的时候，你明明自己就出来了。”精灵双手叉腰解释道：“如果让人知道我们签了契约，你会有生命危险。”罗艾娜疑惑地重复道：“危险？”精灵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知道召唤师是如何运作的，就能明白我的意思。在古代，召唤师需要聚集在一起，才能发挥进化之力。”罗艾娜大声吐槽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说你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你之前表现得无所不能，这简直是诈骗契约！”精灵急忙辩解道：“那只是普通情况，大地的力量会被召唤师们平分，但你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圣灵召唤师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问道：“那么，这意味着我独占了所有的力量吗？”天哪，我竟然这么强大！精灵严肃地回应道：“这就是为什么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圣灵召唤师。”罗艾娜疑惑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难道我不该受到欢迎吗？”精灵飞到他面前说道：“听好了，如果你知道召唤师消失的原因，就不会想公开身份了。我不想再失去我的契约者了。”罗艾娜看着精灵问道：“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严肃？我还以为这家伙只知道吃东西和闲聊呢。”精灵转过身说道：“总之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说服他。”罗艾娜陷入沉思，那个人或许能帮我找到需要的证据。他被称为精灵狂热者，曾因寻找精灵踪迹并证实矿山祝福而获奖。巧合的是，他很快就会路过这里。罗艾娜嘴角微微上扬，我闻到了，那是金钱涌入的味道。罗艾娜看着桌上的石头问道：“没有别的东西了吗？怎么看都只是个熊掌印。”小精灵生气地回应道：“别把我们和熊相提并论，这些闪烁的粉末就是我们存在的证明。”罗艾娜盯着石头说道：“那就再多撒点闪粉，总得看起来有说服力才行。”小精灵不满地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干脆让我们现身，直接在上面踩一脚？”罗艾娜眼睛一亮：“哦，你们能做到吗？”小精灵吓得抱在一起喊道：“你太坏了，别用那张漂亮的脸说出这么恐怖的话。”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只是开个玩笑，如果是亨利的话，即使是这种痕迹也能认出来吧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听说那个消息？”亨利在酒馆柜台前倒酒，快30岁了，竟然连精灵的脚趾都没见过，但他坚信那些生物真实存在，就算死掉也要在临死前见一面精灵。亨利仰头灌下一大口酒，身后的酒客议论道：“听说哈德鲁斯大公和夫人一起关闭了矿山。”另一人回应道：“别提了，公爵夫人在矿山失踪，差点让我们丢了脑袋。结果大家拼命寻找时，他却忙着挖掘什么神器。”神器？大胡子酒客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大家都以为那是块石头，其实是印有精灵脚印的化石。”亨利猛地僵住，手中的酒杯滑落，在地上摔得粉碎。亨利快步走向酒客，一把按住对方肩膀，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精灵的脚印？”他神情激动地追问道：“难道你是说哈德鲁斯大公夫人吗？”亨利冲出酒馆，在街上狂奔，卫兵拔出长剑拦住去路。“站住！什么人竟敢擅闯？”亨利被2柄长剑架住脖子，吓得举起双手喊道：“我叫亨利·康纳，是康纳家族的人，我不是可疑人物。大人，我发誓。”亨利站在罗艾娜面前说道：“我有问题想请教您，听说您最近发现了精灵化石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希望能让我看一眼。”罗艾娜打量着他说道：“康纳家族，我听说过，所以呢？如果很不方便呢？”亨利愣在原地，满脸冷汗地问道：“难道不行吗？研究了10年精灵，社交能力竟然是0。”罗艾娜摊开手说道：“没有任何回报就提出请求，这太失礼了。”亨利慌忙摸索口袋说道：“如果是钱的话，我有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一枚金色怀表。罗艾娜盯着那枚怀表，露出惊讶的神情。“等等！”罗艾娜指着怀表说道：“把你腰间那个给我，我就让你看化石。”亨利面露难色地回应道：“这可不是普通的表，不是用来报时的。”罗艾娜摆手说道：“我不在乎，我只是喜欢这个设计。既然您坚持如此。”亨利叹了口气，跟着他走进宅邸。罗艾娜心情愉悦地说道：“跟我来吧，我会遵守诺言的。”阿基德坐在沙发上，冷冷地看着亨利问道：“这就是你带回来的人？从未听说过康纳家族，无论怎么看，这家伙都很可疑。”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他是个守信用的人。”他转头看向亨利说道：“现在把表交出来吧。”亨利握紧怀表问道：“您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？”“我再说一次，这并不是用来报时的工具。”阿基德皱起眉头问道：“那它到底是什么？”亨利按住怀表说道：“这是探测精灵祝福的装置，只要按下这里。”怀表突然剧烈震动，发出清脆的铃声。罗艾娜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怎么突然响了？是坏了吗？”亨利神情紧张地回应道：“大概是因为现在就有精灵在您身边。”他打开表盖解释道：“里面装有德鲁斯花粉，精灵们非常喜欢这种味道。”绿发小精灵凑过去说道：“看起来很好吃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他们果然很喜欢这东西。”罗艾娜看着亨利说道：“能一直带着这种表，看来你对精灵真的很虔诚。”亨利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：“其实
是因为太着迷了，才开始研究这些。虽然大家都说是神话，但流传至今的故事绝不会完全没有根据。直到现在，人们遇到无法解释的事，不还是会归咎于精灵吗？罗艾娜若有所思，说起来，矿山负责人也开过类似的玩笑。亨利疑惑地问道：“矿山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阿基德双手交叉说道：“发生了很多事，比如德鲁斯花突然出现又消失，甚至还有关于幽灵的传闻。照这样下去，矿山可能不得不废弃了。”罗艾娜抱住头：“不，那可是我的大奖矿山！”亨利猛地站起身喊道：“那绝对不是幽灵干的！”阿基德冷冷地问道：“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”亨利回应道：“在回答之前，我能再问您几个问题吗？”罗艾娜双手合十，这或许会成为德鲁斯家族的福报，太完美了，机会就在我眼前。大公夫人搅拌着咖啡问道：“上次我提的那个建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大公爵看着对方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对那座矿山如此感兴趣？那里的收益已经下降很久，根本不值得投入精力。”大公夫人放下茶杯说道：“我有个计划，已经筹备很久了，我是按市场价购买，你并不会亏损什么。”大公爵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拿去吧，就当是我为之前的鲁莽言论向你道歉。那天我确实失礼了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。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至少你承认了这一点。我希望今天就能把所有的手续办完。如果你突然改变主意，会让我很困扰。”大公爵轻笑一声说道：“你真是个特别的人。好吧，我会让人在今天结束前把文件送过去。”他站起身，准备离开房间。大公夫人叫住大公爵说道：“对了，有件事你应该知道，那封信是你儿媳妇写的，并不是其他男人。”大公爵猛地停下脚步，脸上泛起一阵红晕。原来那封信一直都是他写的。大公爵回到卧室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他看向进门的侍从问道：“阿基德或者他妻子最近有消息吗？哪怕是一封信也行。”侍从低下头回应道：“完全没有。”大公爵神情落寞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窗外寒风呼啸，大雪覆盖了整座山脉。罗艾娜拿着信封，大公竟然给我写信了。他展开信纸阅读，信上写着对儿媳的问候，以及对两人关系的期待。他这根本是在撒娇，非要让我回信不可。罗艾娜拿起羽毛笔，为了阿基德，还是写一封吧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他疑惑地看向门口，会是谁呢？阿基德应该在矿山才对。房门被推开，一只脚迈了进来。亨利推开房门，大声说道：“阁下！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亨利？”亨利满脸兴奋地问道：“您知道我带回了什么消息吗？”罗艾娜双手合十问道：“难道是关于送往皇宫的精灵痕迹有了回信？”亨利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他们说会派出一支帝国代表团。”罗艾娜看着桌上的信件：“我们见面那天刚谈过这件事，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，只要涉及精灵的事情，处理速度果然惊人。”他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接下来就等着我们的口袋变沉了。我不能独享这个好消息。矿车里装满了闪烁的魔力石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真没想到，这些魔力是全靠精灵的帮助。阿基德手里握着怀表，看着堆积如山的矿石说道：“精灵的祝福真是不可思议。”罗艾娜挥手喊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！”阿基德停下脚步，看着远处的红发身影，说道：“罗。”他手中的怀表突然发出异响，指针剧烈抖动。罗艾娜愣在原地，怀表表面出现裂纹，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，表盘彻底崩坏。阿基德低头看着怀表，怎么回事？坏了吗？精灵趴在碎裂的表盘旁，说道：“味道简直和德卢斯花一模一样。”罗艾娜急忙伸手拍打阿基德的手背，哎呀，上面沾到灰尘了。他趁机将精灵抓进手心，太乱来了，为了不被发现才弄碎的。罗艾娜松了一口气，呼，好险！阿基德看着他喊道：“罗艾娜，你是特意来迎接我的吗？”罗艾娜看着眼前的阿基德，太可爱了。我有消息要告诉你。阿基德疑惑地问道：“消息？精灵的祝福现在可以进行正式评估了。亨利说，等帝国代表团一到，他会很乐意接待他们。”阿基德整理着围巾问道：“你大老远跑来就为了这个？”罗艾娜红着脸回应道：“我想尽快告诉你。”阿基德伸手抚摸她的脸颊，外面很冷，你应该在酒店等的。罗艾娜有些害羞，那是因为……阿基德露出温柔的微笑。阿基德为罗艾娜系好围巾，说道：“这样你就不会那么冷了。”罗艾娜闻着围巾上的气息，哇，是阿基德大人的味道。她红着脸小声说道：“那个，我觉得我的手也有点冷。”精灵看着这一幕，哦，这孩子居然主动出击了。阿基德微笑着说道：“今天真的很冷。”他伸手握住罗艾娜的手，牵着她向前走去。“我们走吧。”罗艾娜感受着掌心的温度。罗艾娜看着前方，阿基德，难道他其实很有经验吗？马车停在城堡门口，管家上前行礼说道：“欢迎大公和大公夫人回来。”女仆薇薇安跑过来喊道：“小姐，欢迎回来。”罗艾娜笑着问道：“薇薇安，你过得好吗？”薇薇安看着她手里的纸问道：“是的，但那是什么？”罗艾娜举起手中的纸说道：“一份契约，我带回了一个忠诚的奴隶，我是说一个可靠的助手。”罗艾娜看着手中的契约，既然回来了，我是不是该再找个助手呢？她坐在沙发上，对面坐着2名年轻人，长途跋涉一定累坏了。我听说您一回来就找我。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”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礼券，我已经得到了父亲的许可，可以让你休假了。罗艾娜递出礼券，说道：“我特意写信确保了假期，去尽情休息吧。”女助手抖着接过礼券，这是耶鲁酒店的住宿券。她盯着手中发光的礼券，这种5星级酒店通常要提前1年预定。女助手转头问道：“我眼花了吗？”罗艾娜得意地揉了揉鼻子，直系亲属有预留券，耶鲁酒店属于我们家族。女助手惊呼道：“您是说这房间原本是为大公夫人预留的？”
那一定是花钱也住不到的套房，请把我塞进行李带走吧。罗艾娜指着马车说道，我甚至准备了马车，这样你就能舒适的旅行了。科比斯坦慌张的摆手回应道，这实在太多了，我骑马就行。罗艾娜皱起眉头问道，那么远的路，你怎么能一路骑马呢？科比斯坦推了推眼镜说道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的这份恩情。罗艾娜微笑着安慰道，别觉得有负担，等你回来之后，还有堆积如山的工作等着你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。科比斯坦感动地看着他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科比斯坦握紧拳头，大声保证道，无论您要求什么，我都会完成的。罗艾娜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抓到你了，你这个小淘气。他走在城堡的长廊上，汉娜跟在身后说道，去阿朗度假，我真的很嫉妒呢，不知道少爷们现在过得好不好。罗艾娜沉默地向前走着，汉娜继续说道，他们虽然性格粗鲁，但真的很爱慕您，小姐。罗艾娜停下脚步问道，是吗？汉娜微笑着回应道，是的，他们非常想念您，难道您不想念少爷们吗？罗艾娜小姐。罗艾娜陷入了沉思。那对4月双胞胎埃利泽有着猫一样的长相和远超同龄人的强壮体格，凯尔虽然长相相似，却散发着冰冷理性的气息。他们性格极其恶劣，却唯独对女主角百依百顺。对我而言，那更像是一种扭曲的爱，将我与他们死去的妹妹重叠。罗艾娜拍了拍手说道，总之，我听说老爷和夫人要回来了，我们应该提前准备。汉娜指着大厅说道，仆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了。罗艾娜看着整齐站立的女仆们，摇头回应道，那样感觉太死板了，既然要做，我想趁机提高他们的好感度。他脑中灵光一闪，露出狡黠的微笑，说道，有个非常棒的欢迎方式。汉娜疑惑地看着他。罗艾娜和阿基德跑向门口，大声喊道，爸爸妈妈。两人站在楼梯口，举起手中的标语牌，齐声喊道，恭喜平安归来。汉娜鼓掌说道，欢迎回来，老爷夫人。罗艾娜高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乳白色的罗艾娜，天使们正在寻找失踪的女神。大公夫人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惊讶地问道，这都是什么？大公爵在一旁捂住嘴，努力憋住笑意，他们竟然叫她女神。罗艾娜和阿基德走下楼梯，欢迎回来。阿基德举起手中的牌子，上面写着达米安，一个没有退路的男人，一旦进入就无法离开。大公夫人看着牌子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她走上前说道，这真是第一次，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欢迎仪式。罗艾娜凑到阿基德耳边，小声说道，阿基德就是现在。她从身后拿出一束鲜花，递给大公夫人，说道，这是礼物。大公夫人看着花束，我一直在等你。阿基德捧着花束说道，我很高兴你回来了。大公夫人走上前，将阿基德和罗艾娜一起搂进怀里，她温柔地说道，谢谢你们，但请不要再这样做了，这在大家看来一定很有趣吧。汉娜凑到罗艾娜身边，兴奋地问道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么绝妙的主意的？女仆们围着罗艾娜说道，小姐，大家都在看您和阿基德，真是太可爱了。罗艾娜低头沉思，我应该带个艺术家来的。她突然握紧拳头喊道，没错。阿基德局促不安的样子，还有他退缩的样子，大家都应该看看。汉娜被吓了一跳，小姐。罗艾娜走到窗边，等科比到了，一定要让他先做个记录时。窗外传来嘈杂的声音，今天大家似乎格外忙碌，他们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宴会做准备。罗艾娜看着窗外说道，对了，你说皇宫派了使节团，对吧？即便如此，竟然把整座别墅都借给他们。绿色小精灵飞到身边，回应道，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共享的契约，这样更容易追踪我们的痕迹，甚至像这样实体化，也是在和你签订契约后才实现的。罗艾娜走在庭院里，先不说痕迹，你不是说在吃掉德尔菲娜之前，你会变成魔力石吗？紫色小精灵趴在花丛间解释道，即便是那些残余物，也需要很长时间积累才能变成魔力石。罗艾娜看着前方，所以我找到了那只下金蛋的鹅吗？绿色小精灵飞在半空，大声吐槽道，什么？你这个贪财的小家伙！大公夫人站在台阶上，轻声呼唤道，罗艾娜。罗艾娜快步跑过去，妈妈。她停下脚步，看向大公夫人身边的人，您身边的这位是？大公夫人挽着男人的手臂，微笑着介绍道，他是使节团的首领，这位是道格拉斯·埃塞尔公爵。罗艾娜愣在原地，埃塞尔，那是反派凯瑟琳的家族。埃塞尔，道格拉斯微笑着说道，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，艾琳娜对你赞不绝口。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，什么？妈妈做的吗？大公夫人在一旁回应道，我并没有那样夸奖她。道格拉斯继续说道，别这么说，我听说你在上次祭典上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。他看着罗艾娜感叹道，我真希望我的凯瑟琳能有大公夫人的一半优秀。大公夫人问道，凯瑟琳也是那个年纪吗？道格拉斯回应道，是的，她最近沉迷骑马，总是带着伤回家。罗艾娜看着回忆画面，那一点也不适合她。大公夫人担忧地说道，天哪，那我应该准备一些有效的药膏。道格拉斯笑着说道，不愧是大公夫人，你真的很了解凯西，是因为你自己也经历过这些吗？大公夫人轻笑一声说道，即便如此，我落马的次数也比公爵少得多。道格拉斯有些尴尬，真是丢脸啊。罗艾娜在一旁观察，他们以前就认识吗？道格拉斯属于帝国派，而母亲拥有皇室血统，所以他们三个人当年的关系应该很亲近。大公当时应该也在京城。罗艾娜正想着，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，你们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道格拉斯转过头，大公阁下。罗艾娜看向大公爵，问道，您去散步了吗？父亲。大公爵点头回应道，是的，本想出来休息一下，现在反而觉得更累了。大公爵冷冷地看着他，他看向道格拉斯，问道，住在这里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道格拉斯微笑着回应道，完全没有，能见到老朋友
我感到非常愉快。只是最近总有人拦截我的信件，即便是在朋友之间给有家室的人写信，难道不是一种失礼吗？罗艾娜躲在后面观察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气氛突然变得这么紧张？道格拉斯微笑着说道：“俗话说，内心肮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肮脏的，请不要误解我和艾琳娜之间纯洁的友谊。”大公爵冷笑一声说道：“纯洁？别让我发笑了！难道我不记得你小时候整天跟在艾琳娜身后吗？”道格拉斯指着他反击道：“你当时也一样。”达米安一双手突然伸过来，捂住了罗艾娜的眼睛。大公夫人严肃地说道：“在孩子面前，请避免做任何可能引起误会的事情。”罗艾娜挣扎着说道：“等一下，妈妈，我想看这个。”大公夫人转头看向大公爵：“大公阁下，你动了我的信吗？”大公爵避开视线：“那只是个意外。”大公夫人问道：“那些信在你手里对吧？”大公爵避开视线回应道：“不，我已经把它们烧了。”大公夫人有些生气地说道：“所以你能精准地烧掉道格拉斯的信？”大公爵理直气壮地回应道：“显然是这样。这难道是因为当年的埃维斯矿山事件？”夫人，你真的觉得我是那么心胸狭窄的人吗？大公夫人毫不犹豫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大公爵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你果然很了解我，我确实还在为此耿耿于怀。”大公夫人露出无奈的神情：“我就知道。”道格拉斯走上前说道：“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”他看向罗艾娜，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以后去京城，我会把女儿介绍给你。她虽然有点笨拙，但个好孩子，你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。”罗艾娜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和反派做朋友吗？如果是以前那个脾气火爆的罗艾娜，或许能和他合得来，但我还是不想卷入麻烦之中。他靠在大公夫人身边，我的腿也开始觉得酸了。大公爵看向大公夫人说道：“夫人，我可以送您。”大公夫人拉起罗艾娜的手说道：“罗艾娜，我们走吧。”罗艾娜看着大公夫人的背影，真不愧是我的妈妈。天气很晴朗，一切都很完美，可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困在这里？大公爵切开蛋糕说道：“罗艾娜，看来大公夫人正在生我的气呢，不是吗？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我真的不太清楚，如果要抱怨的话，至少先给我点蛋糕吃吧。”大公爵继续说道：“不，感觉他最近一直在躲着我，他现在才发现吗？肯定是因为我烧掉了道格拉斯的信。为什么他突然提起埃塞尔公爵？”大公爵把蛋糕递过去说道：“所以我才问你，罗艾娜。”大公爵端着蛋糕说道：“请帮我盯着埃塞尔公爵，不知为何，那家伙似乎对你很宽容。”罗艾娜看着蛋糕，竟然想用一块蛋糕就收买我吗？他按住桌上的日记本，等一下，那是从阿基德出生开始，身高、血型，还有更多细节，那是我为了收集情报，秘密打探阿基德的消息才写下的日记。为什么大公会拿着那个？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父亲，我一直在找这个呢，请把它还给我。”大公爵把日记本拿远，谁捡到就是谁的，现在它是我的了。这座城堡是我的，在我领地上捡到的东西当然也是我的。罗艾娜咬紧牙关，我早就知道这家伙性格扭曲。大公爵晃了晃日记本，只要等到埃塞尔公爵离开，我就把他赏赐给你。罗艾娜回应道：“那本来就是我的。”大公爵得意地说道：“现在他是我的了。”罗艾娜盯着他，要杀了他吗？他深吸一口气回应道：“我知道了，监视埃塞尔公爵并不是什么难事，毕竟在观察阿基德这件事上，我早已是专家了。这对我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”罗艾娜放下茶杯说道：“就这样，埃塞尔公爵赢了这局，现在是2-2平局。”大公爵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也可以陪你下一局。”罗艾娜笑着问道：“要和我下一局吗？如果你输了，肯定会耍赖发脾气的。”他看着大公爵的脸，既然他长得和阿基德一模一样，我就没法对他生气了。我这全都是为了阿基德，所谓的监视只是借口，他更像是想阻止公爵和大公夫人单独相处。罗艾娜看着窗外说道：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母亲和埃塞尔公爵相处的似乎很融洽。”大公爵反驳道：“相处融洽？原本我和大公夫人才是最亲近的。”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我不这么认为。据我观察，母亲在公爵身边反而感觉更自在。”大公爵沉下脸说道：“亲爱的，你一定很享受这种观察游戏吧？像你这样的孩子，怎么可能理解大人们之间的事情？”他起身离开。罗艾娜看着他的背影，他们真的相处得好吗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他们的关系会突然变得这么僵？罗艾娜坐在花园里，摆弄着手中的鲜花。女仆在一旁说道：“小姐，您竟然在插花，这可真少见。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作为贵族，我需要培养各种修养。”女仆笑着说道：“别找借口了，您其实是在等小爵爷吧？这个时间，您总是会往窗外看。”罗艾娜惊叫道：“什么？”罗艾娜指着女仆说道：“薇薇安，你怎么能随便议论主人的私生活？”女仆惊呼道：“小姐，那里有刺，请小心！”罗艾娜的手指被扎破，她缩回手说道：“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”薇薇安，女仆关切地问道：“您没事吧？我这就去拿药膏。”罗艾娜独自坐在桌前，看着受伤的手指，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罗艾娜！”阿基德快步走近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受伤了吗？”罗艾娜缩回手回应道：“只是被刺扎了一下，没什么大碍。”他握住罗艾娜的手，可是流了不少血呢。他今天表现得意外的强势，如果我那么说的话，他会慌张地推开吗？真想看看他的反应。罗艾娜红着脸说道：“阿基德，如果你帮我吹吹的话，应该很快就会好了。”他愣在原地，脸上泛起红晕。罗艾娜看着他，心跳不由得加快了。阿基德捧起罗艾娜的手，对着伤口轻轻吹气。他温柔地问道：“感觉好点了吗？”罗艾娜捂住胸口，他真是要了我的命，怎么能这么可爱？女仆薇薇安跑过来：“小姐，我把药膏拿来了。”他看到阿基德后愣住：“啊，阿基德大人也在。”阿基德松开手，转过身微笑着说道：“你好，薇薇安。”薇薇安。
他称呼她的方式变得亲近了许多。薇薇安用棉签涂抹药膏，罗艾娜疼得缩起手。薇薇安真的好痛。女仆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很快就会没事的，小姐，您总是在没带药膏时受伤。”罗艾娜反驳道：“薇薇安，你这是在玩忽职守。”阿基德看着他们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以后还是由我来随身携带吧。”罗艾娜满脸期待地回应道：“好啊，请务必这样做。如果是阿基德来照顾我，就算双膝都擦伤了，我也完全不会介意。”罗艾娜看着他说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，我听说这周末在派遣队出发之前，会和埃塞尔公爵举行射箭比赛，你也会参加的吧？”阿基德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没错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愿意过来观看吗？”罗艾娜猛地站起身：“当然了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还有谁会去呢？”阿基德拉开长弓，箭矢飞射而出，精准命中靶心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伊森走近说道：“不愧是皇太子殿下，看来这次比赛阿基德大人赢定了。”阿基德看向箭靶说道：“您过奖了，想要超越父亲，我还差得很远。”伊森看着眼前的少年，奉大公之命，我成了他的剑术老师。起初还很担心，阿基德这一年里整日都在学习礼仪，身体却非常结实，基本功也相当扎实。如果成年时能觉醒家族特有能力，他一定会成为前途无量的家主。真不愧是哈德卢斯家族的血脉。伊森回过神说道：“确实如此，大公阁下在年幼时也是射箭高手。”阿基德看着远方说道：“既然埃塞尔公爵也喜欢狩猎，他的技术一定很出色。不过只要有这个，我就能赢得比赛。”伊森看着他手腕系着的丝巾问道：“那是某种护身符吗？”阿基德抚摸着丝巾，这比护身符更珍贵，这是我妻子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。伊森看着少年的背影，曾听说他与妻子的关系并不好，看来那些传闻全都是谣言。伊森笑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您一定会拿到第一名。”阿基德握紧拳头：“是的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”竞技场内旗帜飘扬，观众席座无虚席，欢呼声此起彼伏。罗艾内睁大眼睛看向入场通道，不知道阿基德大人什么时候会出来。汉娜说道：“参赛者们好像正在入场。”罗艾娜惊呼道：“哎，难道说？”汉娜在一旁说道：“听说大公夫人从小就喜欢射箭，技术非常精湛。”罗艾娜看向远方，婆婆为什么在那？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汉娜压低声音：“我还听说过一个传闻，她会把不喜欢的人绑在树上，在头顶放上苹果，以此来练习剑术。婆婆，您真是个恐怖的人！”汉娜突然喊道：“啊！阿基德大人出来了！”罗艾娜转过头，兴奋地回应道：“真的吗？”罗艾娜看向场下，阿基德站在阳光下，轻轻抚摸着手腕上那条淡蓝色的丝巾，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下展示我送的礼物，这是在向我致意吗？幸好提前请了画师，一定要记录下这一刻。他转过头对身后的画师说道：“快点把刚才那一幕画下来，动作要快。”阿基德收回目光，从箭筒中取出羽箭，走向赛场大门。大公夫人手持长弓，大公爵在走廊拦住去路。大公爵说道：“不要太勉强自己，如果你能直接弃权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大公夫人冷淡地说道：“别在那假装担心了，真让人不舒服。”大公爵伸手抓住对方手腕，继续说道：“你的手在发抖，这种时候就别说这种话了。”大公夫人用力甩开手：“我好得很，而且轮不到你来教训我，不是吗？我之所以会受伤，全都是因为你。”大公爵看着大公夫人说道：“我可不想赢过一个身体不适的对手。”大公夫人撞开他，愤怒地回应道：“真恶心，你干脆直接死掉算了。”大公爵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比赛结束后，罗艾娜跑过来，大声喊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，您辛苦了。”阿基德低下头说道：“抱歉，最后没能拿到第一名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哎，您在说什么啊？10次射击里，您可是中了8次呢。”阿基德低头看着丝巾：“可是我明明答应过你，要拿第一名来报答，真是太可爱了，简直像小狗一样。”罗艾娜拿出帕子替他擦拭脸颊，说道：“您刚才的表现真的很帅气，已经努力战斗过了。”阿基德闭上一只眼，有些局促地问道：“我连弓都没拿稳，在你眼里真的很厉害吗？”他看着罗艾娜：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以后我来教你射箭吧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，惊讶地回应道：“哎。”阿基德看着他问道：“你不想学吗？”“也是，跟着父亲或者骑士学，应该会更好吧？”罗艾娜急忙喊道：“不，请一定要教我！”刚才竟然没忍住，直接就答应了。阿基德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还是一副忧郁破碎的样子，怎么突然笑得这么灿烂？难道说我被阿基德给演了？晚宴气氛冰冷压抑，阿基德低头用餐，大公夫妇相对无言。罗艾娜坐在席间如坐针毡，我都不知道这顿饭是怎么吃下去的。射箭比赛结束后，帝国代表团完成了视察，准备启程返回京城。不久后会有定期会议，请各位务必出席，到时候再互相问候。罗艾娜看着他离去，直到最后他都把我当成恶女介绍。他走之后，家里的气氛变得更沉重，根本没机会开口要日记。那可是我追星的精华，绝对不能弄丢。为什么要留下这种冰冷的气氛就走掉啊？这样下去可不行。罗艾娜猛地站起身，我有话要说。大公爵转过头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大公夫人放下餐具，冷淡地回应道：“说吧。”罗艾娜咽了下口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，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了。她闭上眼睛大喊道：“我想去野餐。”罗艾娜看向窗外说道：“公公婆婆看到神殿了，只是稍微下山就感觉暖和了许多。”车厢内气氛冰冷，车内外的温差实在太大了。大公爵看向大公夫人说道：“真意外，你这次竟然爽快答应了。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因为阿基德说的有理，毕竟我们确实捐了款。”
如果要去侦查，借野餐的名义，更容易建立信任。罗艾娜看着婆婆，儿媳纯真的愿望对婆婆来说根本不重要，儿媳的愿望永远比不上正事。阿基德微笑着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大公夫人盯着丈夫问道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大公爵摊开手回应道：“只是觉得有点可惜。”出发前，罗艾娜一直很兴奋，说佩尔河很漂亮，非常期待坐船。可惜只有儿媳要错过这次机会了。大公夫人冷哼道：“谁说我不去了？”大公爵微笑着说道：“你总是随心所欲，我以为这次也一样，难道我猜错了？”罗艾娜看着争吵的两人，这家人没救了，要不要干脆带着孩子逃跑？大公夫人站起身说道：“出发吧，但回程的时候我要和罗艾娜同乘。”罗艾娜惊讶地喊道：“什么？我要和阿基德大人坐一起？”大公爵坚定地说道：“那正是我想要的。”大公爵看向儿子说道：“阿基德，你跟我坐一辆车。”罗艾娜急忙喊道：“不，为什么？新婚夫妇应该坐在一起才对。”罗艾娜叹了口气，想让那两个人达成和解，实在太难了。走进神殿内部，这里到处都磨得闪闪发亮。侍女走在前方说道：“听说这一带有很多古代墓葬，德卢斯领地发现的一些文物也在这里展出。”罗艾娜追问道：“古代遗迹就像坟墓那样吗？”侍女点头回应道：“有坟墓，还有啊，这是祭司大人刚才留下的遗迹地图。您先看地图，我去确认一下阿基德大人是否准备好了。”罗艾娜挥手说道：“好的，我就在房间里看。”坐在床边，展开手中的纸张。咦，这个竟然还在！我以为这些东西早就全都消失了。罗艾娜指着图纸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粉发精灵回应道：“这是古代用来孵化神兽的神器。据记载，拥有特殊力量的人能以此孵化神兽。虽然原理不明，但某种神秘力量可以唤醒神兽。而这一剑是强行将神兽困在其中的原剑，是黑魔法师的杰作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黑魔法师？原著小说里有提到过这些吗？”粉发精灵继续说道：“他们是非常邪恶的人，因为他们触碰了禁忌，精灵契约者也深受其害。”罗艾娜坐在床边问道：“黑魔法师到底触碰了什么禁忌？”蓝发精灵低头回应道：“具体的细节我们也不清楚，只知道那与时间有关。那是一段非常恐怖的时期，世界停止了转动，我们与人类被彻底隔绝开来，黑魔法必须被抹除，那是撕裂世界、污染土地的阴影力量。”罗艾娜看着精灵，陷入了沉思。所以，黑魔法就是污染的原因吗？在原著里，污染突然爆发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难道原著中也有人偷偷使用了黑魔法，甚至现在也正在发生吗？门外传来侍女的声音：“小姐，阿基德大人准备好了。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好。”我这就来。精灵飞到身边说道：“我们快去去看神兽吧。如果他被困在那，真的太可怜了。”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好啦，别催我。”精灵拉住他的手指，说好了哦，拉钩约定。阿基德问道：“你想去博物馆吗？”罗艾娜点头说道：“既然就在附近，顺便去看看不好吗？”阿基德回应道：“我以为你对遗迹不感兴趣。”罗艾娜有些担心，难道会很无聊吗？阿基德微笑着说道：“不，其实我也一直想去。”罗艾娜看着他，阿基德难道其实是天使吗？罗艾娜走在路上说道：“公公婆婆好像被工作缠住了，不过他们会带到明天，时间还很充裕，多亏了这样我们才能出来约会。”阿基德疑惑地问道：“约会？”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啊，准确来说应该是家庭旅行。不管怎么说，能出来玩不是很开心吗？”阿基德陷入沉思，罗艾娜看着他，看他嘴角上扬的样子，果然没错，他以前肯定没好好旅游过。以后我们经常出来吧，不管是2个人还是4个人一起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更想只有我们2个。阿基德愣了一下，罗艾娜捂住嘴巴，糟糕，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吗？阿基德看着他说道：“他们在场的话确实很碍事。”罗艾娜盯着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认识的那个阿基德吗？天呐，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吗？他怎么能这么可爱？虽然很想大声尖叫，但我必须忍住。阿基德微笑着说道：“其实我也希望只有我们2个人，而且要跟上那2个人的步调，确实很辛苦。”侍者走在前方说道：“大人，大公夫人，请往这边走。”罗艾娜追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阿基德转过头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罗艾娜偷偷看向他，是我的错觉吗？阿基德的耳朵好像变红了。2人走进博物馆，既然这里这么暗，那就以此为借口，悄悄牵住他的手吧。罗艾娜走在走廊里，我前世可能是支铅笔，不然怎么会一直冒出这种邪念？精灵飞向展台喊道：“罗艾娜，快看，就在那里！”罗艾娜停下脚步，这个生锈的铁块就是神器吗？看起来就像口袋妖怪里的精灵球。精灵绕着铁球观察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个空罐子。罗艾娜松了口气说道：“太好了，他一定是安全逃走了吧？”我就知道。阿基德看着展品说道：“这些遗迹看起来都像垃圾，如果只是路过，根本猜不到是神器。”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我也觉得在哪里见过。”阿基德思索着说道：“他看起来很像父亲书房里的那个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在公公的书房里？”阿基德继续说道：“我曾看他把东西塞进抽屉，还抱怨被古董商骗了。虽然不是完全一样，但上面的花纹非常相似。”罗艾娜陷入沉思，既然公公觉得自己被骗了，那书房里的那个可能只是古董商做的仿制品啊！仿制品，脊背泛起一阵寒意，猛地驻足在长廊中央，瞳孔因惊惧而微微收缩。
总觉得有些不安。自己住的城堡里竟然有类似黑魔法师神器的东西，绝对不行！等一回去就得让他们把它扔掉。大公夫人坐在露台，听着远处的欢笑声。大宫阁下果然又被女人包围了，真是令人不快。他放下茶杯，起身走向门口。大公爵带着一个女人出现在走廊尽头。大公爵开口说道：“原来你在这里。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你真是个大忙人，竟然有空来这种地方。”大公爵露出自信的微笑：“我的名气果然还是不减当年。”大公夫人端着茶壶问道：“你看上那个男人什么了？是脸还是财富，或者是他的身体？”女人愣在原地，反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大公夫人冷笑着说道：“想过得舒服点，就该学会察言观色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还不快滚开！”罗艾娜颤声说道：“大公夫人。”大公夫人继续说道：“看来你脑子里并不像你的脸那样开满了花朵。既然你缠着有妇之夫，那朵花应该已经开了吧？”他突然举起茶壶，将滚烫的茶水直接淋在女人头上。遇到花开了，理所当然要浇水。大公夫人盯着他，让我看看你会怎么反应。大公爵快步走来，一把抓住大公夫人的手腕。茶水溅到你手上了，浇花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大公爵夺过茶壶，大公夫人微笑着说道：“你真是体贴，真是个阴险恶毒的狐狸。”大公爵转身离去时说道：“大公夫人，别忘了今晚要去划船，如果你迟到了，我可能会把你扔进河里。”大公夫人停下脚步，侧过头看向他的背影。大公爵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会记住的。”罗艾娜站在后方，看着大公爵与大公夫人。天哪，感觉他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远了。阿基德转过头说道：“我们到了。”罗艾那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湖泊，哇，湖面波光粼粼，倒映着岸边的灯火。听说这里的夜景更美，果然没错。阿基德伸出手说道：“罗艾娜，这边走。”阿基德站在小船上，向岸边伸出手说道：“小心脚下。”罗艾娜搭住他的手，提着裙摆，轻声踏上船板。小船在湖面划航，泛起阵阵涟漪。罗艾娜低头看向水面，波光粼粼的倒影在月色下闪烁，简直就像在看穿着彩衣的精灵正在水面上跳舞。阿基德伸手扶住罗艾娜的肩膀说道：“别看太近，晚上很危险。”罗艾娜身体一僵，好近！她转过头看着近在咫尺的脸，她看起来很惊讶，但她没有像我一样躲开，连这副样子都很可爱。阿基德松开手，再次伸向她说道：“罗艾娜，你不害怕吗？”罗艾娜脸颊通红，心跳快得要跳出来。从现在起，我要是着装害怕，她缩起肩膀，抓住阿基德的手臂说道：“我想我可能有一点害怕。”阿基德握住她的手，我就知道。大公爵看着这一幕，转头对大公夫人说道：“亲爱的，你也害怕吗？”大公夫人面无表情，冷冷地盯着湖面：“你才该怕我！在我把你推下去之前，你最好乖乖坐下。”大公爵尴尬地咳嗽一声，默默收回了手。大公爵坐在船上，看着身旁的大公夫人，在这艘船上，我1秒钟都不能放松警惕。画面一转，罗艾娜快步跑过走廊，用力推开书房大门。大公爵抬头看向门口，问道：“你一回来就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罗艾娜双手叉腰，气势汹汹地大声质问：“你什么时候把日记本还给我？”大公爵愣了一下，那个。大公爵从桌上拿起粉色封面的日记本，递向前方说道：“我正打算还给你。”罗艾娜一把夺过日记，高高举过头顶，终于回到我手里了。大公爵看着他继续问道：“但是亲爱的，你为什么要记录阿基德所有的旅行路线？”罗艾娜僵在原地，手中的日记本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大公爵坐在桌后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罗艾娜浑身颤抖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大公爵摸着下巴说道：“那个魔法锁太脆弱了，我把它修好了，现在没人能打开它。”罗艾娜尖叫着喊道：“但是你已经看过了，我讨厌你，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妈妈。”她捂着脸大哭，转身就要往外跑。大公爵急忙冲上前，从身后捂住她的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冷静一点。”罗艾娜拼命挣扎，大公爵凑到她耳边说道：“等你和阿基德结婚时，我会送你一幅他的私人画像。”罗艾娜瞬间停下动作，画像？狐疑地盯着大公问道：“你不是打算从走廊墙上偷一幅吧？”大公爵连连摆手说道：“不，那是另一位画家的作品，所以请别告诉大公夫人，消消气吧。”当他看到画像时，眼睛里冒出了爱心，紧紧抱住画框。大公爵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兴奋的样子，我没想过这招竟然真的管用，我本来还打算扔掉它。罗艾娜猛地回头喊道：“什么？扔掉它？这可是如此珍贵又神圣的东西！”大公无奈地摊开手：“好吧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把它们全拿走。”大公爵赞叹地说道：“你的组织能力真是令人印象深刻，内容清晰易懂。”罗艾娜看着日记：“我从小就喜欢整理各种东西。”大公爵摸着他的头说道：“没想到你为了监控阿基德，竟然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真让我吃惊。”罗艾娜躲开手说道：“你是在开玩笑吧？”大公爵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是真的很佩服你，既然你对家族事务如此认真负责，是时候让你作为家族的一员发挥作用了。”罗艾内睁大眼睛问道：“我的职责？”大公爵继续说道：“当然会给你报酬，我会考虑提供关于阿基德的信息。”罗艾娜眼神瞬间亮起，她猛地鞠躬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会努力的，父亲，我一定会拼命工作。”大公爵点头说道：“很好，我会尽快为你安排合适的任务。”罗艾娜直起身子，说到这个，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我可以尽情享受爱好，在别人眼里，这里只是普通的书房。终于，罗艾娜看着满屋的画像，终于拥有了秘密基地。这里甚至还分了区域，一边用来追星，一边用来应付外人。罗艾娜拉开帘子，看向阿希尔问道：“你确定我可以用这间房？”阿希尔摊开手回应道：“公爵大人说请随意使用，这间房已经不再使用了。”
罗艾娜看着窗外，本以为他有了新欢，会变得更加警惕，真是出人意料。阿希尔递出一封信，说道：“还有一封给夫人的信，是来自阿朗的。”罗艾娜接过信，问道：“来自阿朗？”拆开信封，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：“致我亲爱的罗艾娜。”罗艾娜睁大眼睛，为什么四月家族的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一切都始于罗艾娜为了科比斯坦的假期寄往阿朗的那封信。哈德鲁斯按住信封说道：“罗艾娜说她要去阿朗，准备在那里休假。去年她错过了，但今年似乎打算成行。”埃利则猛地站起：“父亲，那意味着我们也要去？”哈德鲁斯双手交叉抵住下巴：“如果小儿子不喜欢，那该怎么办？”他眼神深沉地说道：“当然，我们要躲在暗处，默默地注视着他。”埃利则双眼发光：“不愧是父亲，那我去准备隐身道具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”凯尔推了推眼镜：“绝对不行！难道你们忘了吗？几年前我们偷偷看罗艾娜练习才艺表演，结果被他当场抓获，那次简直是场灾难。”哈德鲁斯捂住脸，当时的小女儿真的非常恐怖。凯尔继续说道：“不如趁这个机会给她一个正式的欢迎，反正也到了该去视察耶鲁酒店的时候了。”哈德鲁斯看着日历说道：“经你这么一提醒，确实很久没去了。”埃利则跳起来喊道：“这真是个好主意！既然决定了，就给他办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，办一场他最喜欢的派对。”画面转到华丽的酒店，房门被推开，埃利则张开双臂喊道：“罗艾娜，我真的好想你！”哈德鲁斯和凯尔站在两侧，漫天彩带落下，科比斯坦愣在原地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他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得发出一声闷哼。科比斯坦瘫坐在地上，看着多米诺骨牌在眼前依次倒下，最后拼成了一个巨大的爱心，上面写着：“罗艾娜，我们爱你。”哈德鲁斯面色阴沉地走近：“你是谁？你把我们亲爱的罗艾娜藏到哪里去了？”科比斯坦浑身剧烈颤抖，冷汗直流。他看着眼前这群气势汹汹的陌生人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结果花了整整3小时才解释清楚，科比斯坦并不是绑架犯，可怜的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头。罗艾娜有些尴尬地说道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问能不能用家族的住宿权，所以他们误以为是我要过去。”阿基德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完全不是那样，是我没能考虑到你家人的感受。他们的女儿出嫁后一直没有消息，肯定会非常想念你。我应该在侯爵写信前就主动邀请他的。”罗艾娜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随后摆着手回应道：“不，我在结婚前就已经独立生活了。”阿基德看着他说道：“就算已经结婚了，你们也依然是家人。”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但我真的没关系。”他低头看向手中的信，来自家人的信，称呼已婚的女儿为我们家的小宝贝。信里的每一个字似乎都是为了我而写。罗艾娜看着全家福，陷入了沉思。原来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一直被深深的爱着，但我并不是四月家族所熟悉的那个罗艾娜。没想到这辈子还要像前世一样，作为别人的替身活着。如果他们发现我只是个骗子，那该怎么办？阿基德轻声唤道：“罗艾娜。”罗艾娜回过神来，她伸出手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你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。”“没错，在前世的时候，我何曾感受过这种依恋的感觉？”阿基德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。罗艾娜握住阿基德的手，幸福到就算明天死去，我也不会有遗憾。阿基德静静地看着他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侍女在门口说道：“小大公夫人，大公夫人，请您过去，商议关于埃比斯矿山的事。”罗艾娜换上一身正装，推开房门问道：“母亲找我？”侍女在门外继续说道：“是的，夫人说认证程序终于全部完成了。”罗艾娜兴奋地回应道：“终于等到了，这意味着我应得的那份奖励也终于要到手了。”她快步走向会客厅，亨利站在大公夫人身边。“小大公夫人。”罗艾娜停下脚步问道：“亨利，他特意跑这一趟，难道只是为了告诉我矿山认证通过的消息？”大公夫人放下茶杯说道：“你来了，亲爱的。”罗艾娜问道：“我听阿利亚伯爵夫人说，埃比斯矿山的生意已经全部处理好了。”大公夫人说道：“这一切都要多亏了你。除此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”罗艾娜疑惑地问道：“除此之外？”亨利神色有些紧张。“夫人，上次从我这里拿走的表，您还带在身上吗？”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当然。”亨利语气担忧地问道：“带着那块表，您真的没感觉到不舒服吗？”罗艾娜看着亨利，为什么他突然提起那块表？大公夫人盯着桌上的怀表，这太奇怪了。不久前你还对梅洛斯花有严重的过敏反应，然而你现在就算直接接触这块表，也完全没有任何不适。大公夫人抬起头，眼神锐利地说道：“亲爱的，让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你真的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”亨利打开首饰盒说道：“请看这个。”罗艾娜看着盒中晶体问道：“这是魔石吗？”亨利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这是从埃维斯矿山虫洞中提取的魔石，它的能量是普通魔石的10倍，只有在环境极佳的地方，魔石才能保持这种纯度，比如精灵长期居住，或者精灵与人类契约之地。”罗艾娜陷入沉思，这家伙知道的太多了，虽然我留下了线索，但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发现。亨利看向他说道：“大公夫人。”亨利看着罗艾娜问道：“我能问问你在虫洞里做了什么吗？”已经很难再否认了。罗艾娜深吸一口气说道：“我在虫洞里见到了精灵。”大公夫人惊讶地问道：“你见到了精灵？”亨利捂住嘴巴。大公夫人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你一个人承担这些，一定很辛苦吧？我以为他会很高兴，毕竟儿媳是精灵契约者，我需要先和公爵商量，在我下令之前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”罗艾娜问道：“那阿基德大人呢？”阿基德没关系，但不能让女仆们知道。大公夫人竖起手指，示意噤声。大门被推开，亨利神色慌张地走近。大公夫人，罗艾娜看着他，不会吧？亨利低头道歉道：“对不起，大公夫人一直逼问我
罗艾娜看着他，说起来真奇怪，我能清楚看到的精灵，别人却看不见。如果告诉他，他想见的精灵正在扯他的头发，他大概会晕过去吧。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亨利，如果你想追星成功，应该先联系我才对。”亨利慌张地回应道：“大公夫人，那个……”罗艾娜转身离去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我现在要去见阿基德大人了，再见。”罗艾娜穿过走廊，远处的训练场上，伊森正陪着阿基德练习剑术。罗艾娜躲在柱子后说道：“哦。”阿基德在场中挥剑，分不清是在挥剑还是在跳剑舞。罗艾娜悄悄挪动脚步，再靠近一点点。阿基德猛地转头，伊森挥动长剑压制住阿基德。阿基德惊呼道：“啊！”罗艾娜急忙跑出喊道：“伊森大人！”两人停下动作，转头看向场边。伊森停下动作说道：“大公夫人！”阿基德的长剑脱手，飞向空中，重重插在地面上。他喘着粗气问道：“罗艾娜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罗艾娜跑上前说道：“我是来见你的，顺便监督你的练习。其实我是想亲眼看看阿基德大人训练的样子。”伊森抚胸行礼说道：“向大公夫人致敬，我是哈德鲁第一骑士团副团长伊森格雷夫。”在原著故事里，伊森也是阿基德最可靠的盟友，从剑术老师到副官，他一直守护着阿基德，我也很感激他。罗艾娜微笑着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伊森大人，我打扰到你们对练了吗？”伊森行礼回应道：“没有，我们刚好要结束了。”阿基德说道：“那我就先告辞了。”伊森点头：“路上小心。”罗艾娜走到阿基德身边，在进去之前，要和我一起散步吗？阿基德避开了他的靠近，请不要靠得太近，我流了很多汗。罗艾娜追上去说道：“你身上没有味道，如果你一直这样躲着我，我会很伤心的。”阿基德身体僵住，停下了脚步。他转过头，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请不要受伤。”阿基德露出慌张的神色，看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他小声问道：“我们要去哪里散步？”罗艾娜走在前面说道：“跟着我就好。”两人来到花园的秋千架前，阿基德看着长椅问道：“你想坐秋千吗？”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”他拉着阿基德坐下。阿基德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如果我们两个都坐下，谁来推秋千呢？”罗艾娜露出神秘的微笑：“我的朋友们会帮忙的。”秋千在无人推动下自行摇晃起来。阿基德猛地站起身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罗艾娜拉住他的手说道：“没关系的。”他看向空处，轻声唤道：“你们可以出来了。”光芒闪烁，两只精灵显现出身形。罗艾娜介绍道：“打个招呼吧，他们是精灵。”精灵们围着阿基德飞舞，兴奋地议论着，反正阿基德也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。阿基德盯着飞舞的蝴蝶，这些蝴蝶和我在矿山见到的一样。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天我消失在洞穴里，就是去见他们了。如你所见，我能和精灵沟通。”阿基德看着飞舞的精灵：“我明白了，那天你突然消失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”罗艾娜转头问道：“那你那天为什么没有问我？”阿基德露出温柔的微笑：“因为你看起来并不想提起那件事，所以我没有问。我只是很高兴你能平安回来。”他一定也很惊讶，却还是这么温柔地接纳我。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其实那天我掉进了德鲁斯花田，还以为自己要死掉了。”阿基德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他双手用力抓住罗艾娜：“德鲁斯花田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罗艾娜握住阿基德的手说道：“我没事，你也亲眼看到了，自从见到了精灵，接触德鲁斯花就不会再受伤了。”阿基德紧张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真的，所以以后你可以送我德鲁斯花当礼物。”阿基德沉默片刻：“你知道德鲁斯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”罗艾娜疑惑地重复道：“花语。”阿基德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耀眼的人，我的眼中只有你。我觉得这个花语非常适合你。”罗艾娜。罗艾娜愣在原地，她是在向我表白吗？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我本该感到高兴，可胸口却隐隐作痛，因为他刚才说的话在原著故事里原本是属于梅贝尔的。罗艾娜看着阿基德说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，请不要把那种花送给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。我是不是太放肆了？那朵花原本就不是为了我而存在的。”阿基德温柔地回应道：“好，我会如你所愿。不过作为交换，罗艾娜，请你也只送给我德鲁斯花。”罗艾娜看着阿基德，心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独占欲。她再次认真地说道：“我不希望你把它们给别人，哪怕只是花朵，也只想让它只注视着我一个人。”这种心情已经无法再隐藏下去了。大公爵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情况很严重。”罗艾娜竟然在这种时候觉醒成了精灵契约者。据说斯蒂格岛发生了污染事件，既然消失的契约者血脉已经重新出现了，一旦被发现，会有很多人盯上罗艾娜。大公夫人端起茶杯，如果皇室知道这件事，一定会想办法带走她，她肯定会被强行征召，甚至被过度压榨力量。大公爵握紧拳头，大公爵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我想暂时对皇室隐瞒这个秘密。虽然大公夫人是皇室成员，理应向上汇报。”罗艾娜问道：“谁说的？我没打算把孩子送到那种危险的地方。我想大公也是这么想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孩子。”大公爵露出微笑说道：“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。在查明污染原因前，公开罗艾娜的身份，风险实在太大了。就算以后被发现，我也会向陛下求情，所以别担心。有个身为皇帝妹妹的妻子，确实让人安心。”大公爵继续说道：“谁敢动大公夫人呢？别担心，大公夫人。”大公夫人摇了摇头：“罗艾娜还太小，会有很多弱点。大公应该很清楚，海因特的皇室与贵族作为巨龙的后裔，生来就拥有家族特有的属性与力量。但在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，必然会经历一段充满危险的时期，那就是觉醒期。在获得力量的过程中，身体会变得极度虚弱，力量越强大，
那个时刻就越关键。所以在这段期间，城堡的戒备会更加森严，因为谁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落入潜在的敌人手中。大公爵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很清楚。正因为我很清楚，才让你不要担心。我已经深刻体会过疏忽大意的代价了。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那只是一场意外。”大公爵冷笑道：“是啊，多亏了那场意外，大公夫人才会受伤。”大公夫人辩解道：“我当时帮忙，并没想过要回报。就算不是你，我也会伸出援手。我只是做了正确的事。”大公爵突然站起身，走向大公夫人。大公夫人警觉地抬头。大公爵俯身逼近，说道：“告诉我实话。”大公夫人皱眉问道：“你现在在干什么？”大公爵盯着他回应道：“我只是以防万一，才这么问的。”大公爵俯身问道：“你该不会觉得我是因为那场意外才向你求婚的吧？”大公夫人反问道：“如果是呢？”大公爵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我可没那么负责，更不是那种会因为这种事就决定终身大事的蠢材。”大公夫人追问答：“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求婚的？直接说清楚吧。”大公爵僵在原地。大公夫人站起身说道：“你总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保持沉默。如果你想继续骗我，至少表现得真诚点，编个像样的借口吧。”大公夫人转身离开，大步走出房间，重重地关上房门。大公爵按住额头说道：“阿希尔，前往斯蒂格岛的名单还没送到皇室手中吧？”阿希尔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原本打算明天派人送去，是有什么变动吗？”大公爵转过身说道：“告诉他们，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。”阿希尔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你要亲自去吗？”大公爵眼神坚定：“我有必须确认的事情。既然是秘密行动，注意不要让消息传出去。”月光洒进空荡的房间，清晨的广场上整齐排列着一队士兵。罗艾娜看着前方说道：“那是哈德斯骑士团的精英部队吧？大公说他要去出差，希望只是我多虑了。”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大公爵在门外说道：“儿媳妇，我可以进来坐一会儿吗？”罗艾娜有些惊讶：“公公，请进。”大公爵推门走进房间。罗艾娜问道：“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，而不是叫我去书房呢？”大公爵回应道：“我觉得出发前应该亲口告诉你一声，所以就过来了。这次调遣部队全都是为了你。斯蒂格岛上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污染。”罗艾娜看着大公爵：“斯蒂格岛，那不是小说里第一块变成死地的岛屿吗？距离污染开始的时间应该还有很久才对。”大公爵看着窗外说道：“既然污染已经开始，谁都不知道它会何时蔓延到全大陆。你觉得现在最需要谁？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精灵契约者。”大公爵点了点头：“或许还有其他契约者，我会派人去打听。但如果最后只剩你一人……”罗艾娜握紧双手说道：“那我必须站出来。”“不行，绝对不可以！”大公爵转过身说道：“我听说契约者的力量也是有极限的，让你独自去净化大陆，负担实在太重了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，我还以为他会理所当然的要求我做出牺牲呢。大公爵走到罗艾娜面前，低一下头。大公爵为罗艾娜戴上项链，这是一个可以隐藏你力量的魔导具，现在必须时刻带着它，在我离开这段时间，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大公爵摸了摸他的头，转身离去。罗艾娜看着胸前的红宝石。几天后，一辆马车停在城堡门前，罗艾娜推开房门，愣在原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厅里堆满了礼盒，侍女们正忙着搬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科比斯坦笑着说道：“这些是阿普里尔家族送给大公夫人的礼物，因为积攒了一整年，所以数量比较多。”罗艾娜惊讶地问道：“一整年份的礼物？”科比斯坦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侯爵大人只要想到您，就会准备一份礼物。”罗艾娜看着礼物堆，闻到了同类粉丝的味道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罗艾娜收回思绪说道：“总之很高兴你旅行愉快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家里人，你应该能玩得更开心。”科比斯坦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完全没有，这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假期。”罗艾娜有些疑惑。科比斯坦双手合十说道：“多亏了大公夫人帮我传达了口信，侯爵大人对我非常关照。”罗艾娜问道：“你真的被好好招待了？我明明写信告诉侯爵，让他不要去烦科比斯坦，看来他完全理解错了，他到底受到了什么待遇？”科比斯坦行礼说道：“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请随时叫我。”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好，你先去休息吧。”看着大公爵离去的背影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他回来之后好像变得更有纪律性了。大公夫人走下楼梯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罗艾娜转过身说道：“啊，婆婆，这些是我家里送来的礼物。”大公夫人看着满地礼盒：“是吗？”她陷入沉思，手指抵住下唇，她双手抱胸说道：“能和你单独谈谈吗？”亨利会留在别墅一段时间，艾维斯矿山已经不再需要人员。罗艾娜跟在婆婆身后说道：“听说您关闭了矿山，那一定损失惨重，希望没给您添麻烦。”大公夫人头也不回地回应道：“负债累累的人不该担心这种事，收不到矿山利润的人难道不是您吗？一上来就说话带刺。”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完全没有，婆婆。公公说您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。”大公夫人冷哼一声，她说了多余的话。这周末空出时间，我要带你和阿基德去个地方。罗艾娜好奇地问道：“我们要去哪？”大公夫人双手抱胸：“怎么，担心我把你卖掉吗？”自从大公出差后，她的心情一直很低落。罗艾娜扑过去抱住大公夫人说道：“那请一定要再把我买回来，婆婆，千万别把我卖到别处。”大公夫人看着怀里的罗艾娜，露出无奈的神色：“我还是不说话了。”马车抵达了海边的城镇，白鸽在宏伟的建筑前飞翔。罗艾娜看着窗外惊叹道：“哇！没想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竟然是普罗迪姆，这里是故事中与梅布尔甜蜜情节开始的地方。”罗艾娜与大公夫人走下马车，阿基德跟在身后，很高兴见到各位。长发男人微笑着说道：“我是帕布罗，扎法西亚的第二响铃。”第二响铃，那是红衣主教吗？那个笑容看起来很可疑。
帕布罗看着罗艾娜说道：“看你的表情，你应该还没听说，我们将在这里测量你的觉醒周期，请进吧。”罗艾娜看着阴暗的走廊，墙上的火把跳动着火焰。帕布罗转身走向建筑内部，大公夫人与阿基德紧随其后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跟上了众人的脚步。阿基德停下脚步，握紧了拳头。罗艾娜察觉到异样，你怎么了？阿基德松开手，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罗艾娜担忧地看着他：“你脸色不太好。”帕布罗推开沉重的大门，回头说道：“这边请。”两人走进宽敞的房间，中央摆放着巨大的蛋形器物。帕布罗指着前方说道：“这些是扎法西亚生前留下的物品。”帕布罗指着圣物说道：“多亏了他，神殿才能得出最准确的结果。都说龙喜欢闪亮的东西，看来是真的。”帕布罗打开装置说道：“你进去后，我会协助测量。”罗艾娜坐进蛋形装置内部，舱门缓缓关闭。为什么墙壁这么凹凸不平？他伸手触摸内壁，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刻痕，墙壁突然发出微光，装置外传来重物倒地声。帕布罗惊恐地喊道：“为什么突然？”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紫色烟雾从装置中散出。大公夫人皱眉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？”帕布罗慌张地摆手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请让我再检查一下。”阿基德扶住走出来的罗艾娜：“罗艾娜，你还好吗？”罗艾娜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谢谢你。”大公夫人语气严厉地质，问帕布罗：“你竟然不知道原因？难道事先没有检查过吗？”帕布罗低头回应道：“我无话可说。”阿基德看着混乱的现场说道：“看来这需要一段时间。”罗艾娜看着帕布罗的背影，确实如此。阿基德转头看向他：“你会没事的吧？”罗艾娜疑惑地问道：“关于什么的没事？”罗艾娜看着阿基德说道：“你看起来在神殿附近很不舒服，是我的错觉吗？”阿基德愣了一下，表现得那么明显吗？罗艾娜笑着回应道：“有一点。”阿基德垂下眼帘说道：“其实我流浪的时候被祭司骗过，差点死掉。”罗艾娜惊讶地喊道：“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”阿基德继续说道：“当时为了生存，拼尽全力，完全没有起疑心，幸好被父亲发现，才保住了性命。但是街上的流浪们可能都被那个祭司接触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时是在运送违禁药物，他们一开始没让我做坏事，而是让我不知不觉成了共犯。”阿基德站在走廊说道：“有时我会感到愧疚，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过得这么好，是否可以？”罗艾娜停下脚步说道：“那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阿基德大人，是那个让你做坏事的祭司的错。你有什么可以调查的线索吗？”阿基德陷入了沉思。那个人的手腕上画着低音谱号的标志，那是组织的标志吗？如果背后真的有人，大公一定不会做事不管。罗艾娜转头问道：“你跟公公提过这件事吗？”阿基德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跟父亲的关系还没亲近到能聊这些。”罗艾娜停下脚步说道：“但他至少会听你说的。”阿基德露出淡淡的微笑：“别担心，就算现在找到那个人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甚至不能确定当年的那些朋友是否还活着。”罗艾娜看着他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不会告诉公公，但如果事情变得困难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”阿基德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会的。”两人走回大厅，大公夫人站在帕布罗面前说道：“看来我们今晚得留在神殿了。红衣主教真的可以这么笨拙吗？”大公夫人看着帕布罗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帕布罗尴尬地低头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我忘了给他充电了。红衣主教真的可以这么粗心吗？”罗艾娜看着大公夫人问道：“我们又要被分到不同的房间吗？”大公夫人转过头反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你想和阿基德住一间吗？”罗艾娜脸红着辩解道：“倒也不是那样，与其占用多个房间，不如大家待在一起。”大公夫人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神殿严格区分男女，快点走吧，在这里也要分房睡，真是麻烦。”罗艾娜低头摆弄着手指：“我们又不是在守贞。”阿基德重重地咳嗽一声：“阿克。”罗艾娜吓了一跳，立刻闭上嘴巴，乖乖跟在大公夫人身后。刚才那声咳嗽，该不会是因为不用跟我同房而感到庆幸吧？大公夫人走在前方说道：“虽然我可能不够好，但你能忍受和我一起住吗？我的儿媳妇。”罗艾娜连忙回应道：“不够好，您已经绰绰有余了。”阿基德走在后方，罗艾娜停下脚步问道：“他凑到罗艾娜耳边：“今晚我们要不要去散步？”阿基德露出温柔的微笑：“就我们两个人。”爱德华靠在椅子上说道：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该跟过来。父亲骗了我，在普罗迪姆能做的只有跑步或者游泳。”泽罗尼斯翻动书页说道：“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来神殿寻找娱乐本身就很奇怪吧？”他看向爱德华，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真的那么无聊，就去外面的湖里潜水。”爱德华跑向泽罗尼斯，问道：“要和我一起去吗？”泽罗尼斯回应道：“你知道我不能离开住所。”爱德华凑到他身边说道：“就离开一小会儿，难道不行吗？”爱德华撇了撇嘴说道：“反正也不会有人来这里，早知道就把凯茜带来了，至少比跟你待在一起有趣。”泽罗尼斯合上手中的书：“埃塞尔小姐是你的玩具吗？”爱德华双手抱胸回应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她是我珍贵的亲妹妹。”受不了这里的沉闷了，我要按你说的去潜水。”泽罗尼斯冷冷地说道：“如果你被抓到，就死定了。”爱德华推开门笑道：“我才不会被抓到。泽罗，我不在的时候别太难过，也不要因为寂寞而哭泣。”泽罗尼斯愤怒地喊道：“你疯了吗？”他看着爱德华离去的背影，如果他不是凯茜的哥哥，爱德华独自走下台阶，已经走得够远了，住所应该不会被发现。爱德华停下脚步，看着远处的罗艾娜：“那是谁？这种感觉是什么？心跳得好快。”罗艾娜看向四周，因为期待和阿基德一起散步，所以提前出来了。现在有个可疑的人一直在盯着我，看那个人的样子，大概能猜到是谁。不，绝对不可能，恶女的哥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罗艾娜走到柱子后说道：“打扰一下，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？”爱德华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的回应道：“我没有盯着看。”罗艾娜指着他说道：“你就是在盯着看，我刚才一直看到你躲在柱子后面。”爱德华满脸通红，一边后退一边喊道：“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。”他转身飞快的跑开了。那个胆小鬼不可能是爱德华。埃塞尔，爱德华，埃塞尔到底是谁？传闻中他身材魁梧，仅仅是站在旁边就让人感到威胁，性格极其恶劣，无聊时会随处找人打架，简直是个流氓。他甚至还欺负过女主角梅贝尔，是个绝对要避开的人物。但现在这种感觉，倒像是我在欺负他。罗艾娜看着跑远的背影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吓到你了吗？”爱德华捂着通红的脸喊道：“不，我没有被吓到。”罗艾娜走近问道：“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你的脸真的很红，感觉真糟糕，就像我在欺负病人一样。”他转身说道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爱德华突然冲上前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罗艾娜惊叫出声：“好惊人的力气！”爱德华低着头说道：“名字？”罗艾娜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爱德华大声喊道：“告诉我你的名字！”罗艾娜看着他说道：“你先吓到我了。首先，请放开我的手。”一只手突然伸出，死死扣住爱德华的手腕。阿基德挡在少女身前：“你是谁？”罗艾娜惊讶地喊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！”爱德华眼神变得凌厉，毫不退让地反问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他竟然不再结巴了。大猩猩，他是故意强调：“我的夫人吗？”阿基德侧过头问道：“我的夫人？那个大猩猩是谁？”罗艾娜回应道：“我也不认识，只是刚好在这里遇到。”阿基德继续问道：“那他为什么要抓着你？”罗艾娜解释道：“他只是突然抓住了我。”阿基德盯着爱德华说道：“突然抓住了你，那意味着他像个流氓一样强迫你。”爱德华震惊地重复道：“流氓？”阿基德微笑着问道：“我该拿他怎么办呢？”“我的夫人。”爱德华愣在原地。“我的夫人？”爱德华抓着头发喊道：“这太荒谬了！那个年纪谁会结婚啊？”阿基德继续说道：“没错，所以现在立刻为你对我的夫人的无礼道歉。”等等，他仔细打量着阿基德。现在看来，你有一头黑发，而且你的发色苍白，灰白的像只被拔了毛的鸡。阿基德眼神冰冷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爱德华愣在原地，看着少女灿烂的笑容。罗艾娜忍不住捂住嘴，发出了轻微的笑声。阿基德挡住他的视线，说道：“把你的脏眼从他身上移开。”两人在月色下的喷泉前冷冷地对峙着。爱德华看着阿基德说道：“在北方，唯一拥有黑发的人就是哈德鲁斯大公。如果他仅凭外貌就能猜出阿基德的家族，难道是那个传闻？”罗艾娜看着两人，这不可能。阿基德继续问道：“本该在首都的埃塞尔家的小公爵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爱德华冷淡地回应道：“你没必要知道。”罗艾娜下意识呢？难道爱德华、埃塞尔？阿基德和爱德华同时转头看向他。爱德华疑惑地问道：“小姐，糟了，我不小心说出来了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爱德华紧张地问道：“那个，你认识我吗？”罗艾娜看着爱德华说道：“我在艾普利城堡见过你，你应该和我哥哥们在同一所学院。”爱德华恍然大悟：“那你就是那个杂种？我是说双胞胎的亲妹妹。”杂种？爱德华继续说道：“我记得听人说过，他们的妹妹结婚后就失去了联系。”他突然变得神情阴郁，前一秒还很开心，下一秒就变得忧郁，情绪波动真大。罗艾娜问道：“埃塞尔小公爵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爱德华回应道：“我是为了学术协会来这里考察的。”学术协会？那是首都的一个社交俱乐部，经常进行实地考察。罗艾娜想起，如果凯尔也在里面，你应该认识他。艾普利推了推眼镜，抱着厚重的书籍。罗艾娜问道：“那我哥哥们也在这里吗？”爱德华摇头说道：“不，那家伙突然去旅行了，所以只有我和泽罗，只有其他委员会成员来了。”罗艾娜愣在原地。天哪，泽罗？你是说小说里的男主泽罗尼斯也在这里吗？如果阿基德是我的首选，泽罗尼斯就是第二顺位，好想见见他。阿基德伸出手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们现在走吗？”罗艾娜把手搭上去。好的。爱德华追问道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罗艾娜微笑着说道：“听说这里有适合散步的人工湖，我也正打算去湖边。”阿基德眼神冰冷：“请不要跟着我们。”爱德华尴尬地停下，看着两人离去。他大声喊道：“下次你回首都，一定要来造访品红俱乐部。”罗艾娜回头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阿基德停下脚步，握紧他的手说道：“小姐。”罗艾娜疑惑地看着他。阿基德温柔地微笑道：“如果你要去那里，一定要和我一起去。我不记得邀请过你。”爱德华在身后小声嘀咕道：“你会邀请我的，对吧？”罗艾娜开心地回应道：“当然了。”阿基德脸色阴沉，死死盯着爱德华。两人来到湖边，阿基德盯着他的手腕变红了。罗艾娜低头看去，确实还没消退。阿基德突然靠近，拉住他的手腕，说道：“别动。”罗艾娜有些慌张：“阿基德大人。”他低头检查伤痕，下次有人对你无礼，绝对不要轻易放过。如果你总是微笑，他们会觉得没关系。罗艾娜愣在原地。阿基德大人。阿基德握紧他的手：“我很生气，连我都不敢这样粗鲁地碰你，生怕会弄伤你。如果那家伙再敢乱来，就踢他的小腿。”罗艾娜犹豫地回应道：“但他可是埃塞尔小公爵。”阿基德微笑着说道：“你的丈夫是大公继承人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而且，如果你像当初对我那样对他发火的话，没人敢对你怎么样，连我当时都被吓到了。”罗艾娜红着脸说道：“快点忘掉那件事吧，我已经反省很多次了。”阿基德看着湖面说道：“最近我看不到你的时候，会觉得更可怕，尤其是你和刚才那种可疑的男人在一起，感觉很奇怪。”罗艾娜追问道：“怎么个奇怪法？”阿基德避开视线说道：“谁知道呢？”他再次握住罗艾娜的手：“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，罗艾娜，如果你再遇到那种可疑的人。”罗艾娜笑着说道：“我会狠狠踢他们的小腿，然后立刻逃跑，因为我是阿基德大人的妻子。”阿基德温柔地回应道：“
我会负责处理善后，所以不用担心后果。我们继续散步吗？罗艾娜点头应道。好。两人并肩走在月色下。房间内，泽罗尼斯正拿着书，房门被推开，他看着进门的爱德华：“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爱德华垂头丧气的坐在椅子上说道：“我没能去成湖边。”泽罗尼斯疑惑的问道：“你是遇到熊了吗？到底怎么了？”爱德华抬起头问道：“泽罗尼斯，你见过凯尔的妹妹吗？”泽罗尼斯冷淡的回应道：“没见过，为什么突然提这个？”爱德华神情复杂的说道：“我刚刚见到她了。”泽罗尼斯惊讶的问道：“什么？”爱德华捂着脸说道：“她完全是我的理想型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泽罗尼斯合上书说道：“我让你保持低调，你出去惹了什么麻烦？你没告诉他我在这里吧？”爱德华反驳道：“我又不是白痴，怎么会说那种话？更重要的是，泽罗尼斯，这难道不是命运吗？在去湖边的路上，竟然偶然遇见了他。”泽罗尼斯冷淡的回应道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，艾普利小姐去年都结婚了。”爱德华继续说道：“难怪凯尔那家伙以前总是不让我们见他妹妹，把这么漂亮的妹妹藏起来，确实值得怀疑。”泽罗尼斯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如果我是凯尔，我也不会把妹妹介绍给你。”爱德华深受打击：“我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泽罗尼斯毒舌的回应道：“好好照照镜子吧。”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房门被推开，泽罗尼斯转过头，大公夫人走入房间说道：“我有种预感，果然是您殿下。”这个声音，他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惊讶地问道：“姑姑？”大公夫人站在门口说道：“好久不见。”泽罗尼斯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碰巧遇到了你的侍从。”泽罗尼斯看着他问道：“姑姑为什么来普罗迪姆？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有些公事，我和儿子儿媳一起来的。去年父亲承认私生子时，大公非常动摇，连我都很难相信大公竟然有私生子。姑姑受到的冲击肯定更大。”泽罗尼斯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大公夫人回应道：“为什么不好？”泽罗尼斯低声说道：“可是……”爱德华继续说道：“我也在这里。”大公夫人看向爱德华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就猜到爱德华也会在这里。”大公夫人环顾四周问道：“那么凯茜也在这里吗？”爱德华解释道：“不，凯茜伤了腿，所以她没能过来。”大公夫人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天哪，所以公爵才急着赶回去。”爱德华交叉双臂说道：“是的，自从他生了大病，父亲就变得过度保护他，甚至不让他和我一起玩。”泽罗尼斯在一旁吐槽道：“那是因为你太粗鲁了。”大公夫人看向泽罗尼斯问道：“你最近感觉怎么样？既然你大老远来到了普罗迪姆。”泽罗尼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还没到需要担心的程度，我来这里更多是出于礼貌。”大公夫人说道：“你不能过度劳累，如果你的身体受损，帝国的未来就会面临风险。”泽罗尼斯微笑着问道：“那你呢，姑姑？你还好吗？”“我担心北方的寒冷会损害你的健康。”大公夫人侧过头回应道：“不要在我身上浪费精力。”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侍女推开门喊道：“小姐！”大公夫人皱眉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么吵闹？”侍女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抱歉打扰了，大公夫人正在急着找您。”大公夫人追问道：“罗艾娜吗？”侍女脸色苍白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根据她的女仆说，小大公现在情况危急。”大公夫人露出震惊的神色。阿基德虚弱地闭着眼，罗艾娜紧紧握住他的手，站在星空下的花园里。罗艾娜露出温柔的微笑，牵着阿基德的手。为什么他的手这么烫？罗艾娜牵着阿基德问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阿基德低声回应道：“不，我……”他眼神涣散，身体失去平衡。罗艾娜惊恐地喊道：“阿基德大人！”阿基德重重倒在地上，陷入昏迷。罗艾娜扶住他喊道：“卫兵！”卫兵急忙赶来。罗艾娜大声命令道：“不要去宿舍，去医务室，立刻带他过去。”烛火在房间内摇曳，罗艾娜守在床边，看着昏睡的阿基德。我不配自称是阿基德最大的粉丝，我只顾着自己兴奋，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身体状况。阿基德躺在床上，面色惨白，只有拥有相同力量的觉醒者才能压制这种痛苦。偏偏在大公出差时，他发作了。罗艾娜紧紧攥住衣角，门被猛地推开，大公夫人冲进房间喊道：“罗艾娜！”罗艾娜转过头，眼眶含泪的喊道：“妈妈！”她扑进大公夫人怀里，大公夫人紧紧抱住罗艾娜，担忧的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罗艾娜抽泣着说道：“她发烧了，突然失去意识，所以我叫了卫兵。”大公夫人看着昏迷的阿基德，罗艾娜继续说道：“为了不让外人发现，我们把他搬到了宿舍。精灵们说这是觉醒前的无意识抽搐。”大公夫人惊讶地重复道：“抽搐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反而是件好事。这里是黑龙扎法西亚的领地，痛苦会比其他地方轻。”大公夫人抚摸罗艾娜的头，说道：“我已经派人去主宅，召集大公夫人过来了。做得好，如果被别人发现会很麻烦。你处理得很好。”大公夫人接着说道：“正好这里有人非常了解觉醒前的抽搐，我们会向那个人寻求帮助。”大公夫人神情严肃地回应道：“我不能透露身份，但那是一位地位极高的人，即使你猜到了是谁，也必须装作不知道。”罗艾娜疑惑地问道：“非常了解的人？”罗艾娜认真地听着，点了点头。罗艾娜回应道：“好的，妈妈。”房门被推开，光线照进昏暗的室内，一名披着深色斗篷的人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房间。大公夫人和罗艾娜并排站立迎接。大公夫人行礼说道：“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，我们已经封锁了路线，您不必担心被发现。”罗艾娜看着神秘人，原来这就是妈妈说的要装作不知道的人。在帝国境内，地位比大公夫人还高的只有皇室成员，而在皇室成员中地位比他更高的，难道是那个人吗？只有唯一的直系继承人皇太子。斗篷下的少年露出微笑，看向泽罗尼斯说道：“
别放在心上，反正我在房间里也待得坐立不安。他转头对随从命令道：“去检查一下小大公的情况。”他掀开兜帽，露出一头灿烂的金发和如宝石般的红瞳，